顾妍希，25岁，互联网知名喷子，江湖人称键盘侠终结者。就在他人生最高光的时刻，命运给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。这一晚，他刚刚得知自己荣获年度互联网嘴替称号，激动地连发了18条朋友圈，还觉得不过瘾，决定深夜出门溜达，顺便构思明天的获奖感言。看见没？年度嘴替，我对过的杠精连起来能绕地球3圈，我。哈哈哈哈！从今天起，我就是网络界的传奇。明天颁奖典礼，我一定要穿那件印着专对杠精的定制 T 恤，让所有人都记住我的名字。对了，还得准备获奖感言，要感谢我的键盘，感谢我的 WiFi， 感谢那些被我对的哑口无言的杠精们，是你们成就了今天的我。小心，前面有电线杆，姑娘，看路啊！我要截图发朋友圈、发微博、发抖音，让所有人都知道。哎，我是不是该先写个获奖感言？就写感谢我的父母，感谢我的键盘，感谢每一个被我对过的杠精，是你们成就了今天的我。不行，太普通了，得加点梗。要不这样，感谢杠精们，没有你们的愚蠢，怎么衬托我的智慧？对，这个好，有水平。我的奖状还没截图，手机别碎，获奖感言还没发。咦，我怎么在地上？那躺着的是谁？穿着我的睡衣，长得还跟我一样等等，那是我死了，就因为撞电线杆，这也太草率了吧！我的奖状还没领啊！我真的死了，就这儿，年度互联网嘴替，死于撞电线杆。这标题要是发出去，我那些粉丝得笑死。不行，我得回去，我还没活够。等顾妍希再睁开眼，发现自己站在一座桥上，这桥长得望不到头，桥头排着长长的队伍，每个手里都拿着号码牌，有的哭，有的笑，还有的拿着手机自拍，等等。手机，地府也有手机，这年头连阴间都这么与时俱进了吗？疼等等，能感觉到疼？我不是死了吗？能不疼吗？你掐的是我的胳膊，而且死人是能感觉到疼的，不然地府怎么惩罚恶鬼？你新来的吧？这点常识都没有。对不起，我是在哪？这是拍戏现场吗？还是什么沉浸式体验馆？奈何桥啊，没见过，排队喝汤呢。你是新来的吧？身上还带着阳间的味儿，一股子外卖和咖啡的混合味儿。死了多久了？奈何桥，孟婆汤，我死了。不然呢？你以为你在拍综艺啊？变形记还是向往的生活？这是向往的死亡。看你这样子，应该是刚死的，身上的阳气还没散尽。怎么死的？撞电线杆。撞电线杆，哈哈哈哈！我死了5年了，见过病死的、老死的、意外死的，头一回见到撞电线杆死的。你是不是走路看手机？我在看获奖感言。什么奖？年度互联网嘴替。嘴替就是那种在网上帮人吵架的。我生前也刷到过你们，挺有意思的。所以你是吵架把自己吵死了？不是吵架，是撞电线杆。我还没领奖呢，我的奖状还没晒。我的微博，我的粉丝，我的年度嘴替奖状还没晒，我还没发朋友圈，我还没写获奖感言。你们看这条评论，专对杠精姐姐，你怎么走了？以后谁来替我们对人啊？还有这条年度互联网嘴替，死于撞电线杆，这反差也太大了吧？哟，手机还能用？美女，借我打个电话，我想告诉我妈我藏在床底下的私房钱，就在那本5年高考3年模拟里面，她肯定找不到。我死了5年了，他要是把那本书当废品卖了，我攒的那些钱就真没了。我不想死，我才25，我还没谈过恋爱，我还没骂够那些杠精，我还有好多梗没对，我还没来得及见我的网友。行了，每个新来的都这么说，往前走走，一会儿就习惯了。你看前面那个大姐死了300年了，还在那儿哭呢，死了300年还没习惯，你这才刚开始。她为什么哭300年？这也太夸张了吧？她生前是个皇后，死了300年，还没等到皇帝下来，怀疑皇帝在阳间又娶了小老婆，每天排队喝汤的时候都要哭一场，我们都习惯了。听说他生前特别受宠，结果皇帝活到80多还没死，他在下面等的心焦。这也能投诉？地府不管吗？当然能投诉，地府投诉部专门管这些。不过听说投诉部最近人手不够，原来的员工都投胎去了，现在排队都要排几百年，那皇后的投诉都排了200年了，还没处理。投诉部？地府还有投诉部？当然有，不然这么多鬼，各种问题谁处理？公品不新鲜，纸钱汇率波动，托梦信号不好，投胎分配不公，都得找投诉部。不过我听说投诉部现在就剩1个员工了，还是个狐狸精，天天摸鱼。投诉部听起来好像挺适合我的，我生前就是处理各种杠精投诉的。你想去？那地方可不是人待的，天天被骂。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排队喝汤吧。队伍缓慢向前移动，
顾妍希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孟婆和她身后的孟婆汤旗舰店。这哪里是传说中的阴间办事处，分明是个现代化连锁店。招牌上滚动播放着今日特惠，忘情套餐第2晚半价，门口还有2个鬼魂在发传单。来，新来的别挤，都有份儿啊！今天有6种口味，原味忘忧升级版、忘情豪华套餐、忘前世，还有新推出的分手快乐系列。喝1碗忘掉前任，喝2碗忘掉现任，喝3碗直接投胎，买5送1，10碗8折，团体优惠可以商量啊！这是地府，确定不是阳间某网红奶茶店？还搞促销活动，还有会员卡吗？有啊，孟婆汤 VIP 卡，充1000送200，还能积分兑换限量口味。我死的时候刚好赶上双11活动，囤了1年的量。大姐，我要忘情味的，越苦越好。我前男友劈腿，找了我闺蜜，我要让他永远消失在我的记忆里，给我最苦的那种。行，这碗加量不加价，叫渣男忘情苦，保证你想起他就头疼，想起你闺蜜就想吐。来，喝了这碗，明天你连他们长什么样都记不得。好苦，但是感觉心里没那么堵了。谢谢孟婆。那是阿婆的汤，3000年口碑，童叟无欺。下一个，给我来原味的，我不想忘了生前欠我钱的人。下去了我还得找他还，他欠我8万块，到现在都没还，我死了都不能放过他。成，记性好的都喝原味，这叫原味忘忧，只忘烦恼不忘正事。你那8万块下去了，记得找他算账。不过我得提醒你，他也死了。去年下来的，现在在18层地狱服刑，你直接去找他就行。真的，太好了，我这就去。别急，先喝汤，喝完才能过桥。下一个，哟，新面孔，长得挺俊，喝点啥？阿婆推荐你喝忘情，这辈子肯定受过情伤吧？看你眼神有故事。我没受过情伤，我只受过网暴。网暴是什么暴？比家暴还厉害？我怎么没听说过这种暴？就是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阿婆，我不想喝，我想投胎。我死了才几个小时，还没适应呢。傻孩子，喝完汤才能投胎，这是规矩，3000年了，没有鬼能例外。来，张嘴，阿婆这汤可灵了，喝完保证你下辈子过得舒坦。你想投个好人家是吧？喝我的汤，包你下辈子锦衣玉食。等等，我能不能不喝？我记性挺好的，我不想忘，我好不容易才练出来的对人技术，忘了多可惜。那可是我25年的心血，而且我还有很多事没想明白，不能就这么忘了。小姑娘，你这是要砸我招牌？3000年了，还没人敢不喝我的汤。你知道上一个不喝汤的鬼怎么样了吗？怎么样了？魂飞魄散，打入18层地狱。他后来成了地府的档案管理员，天天对着发霉的档案后悔没喝汤。现在头发都白了，整天念叨早知道就喝了。你说惨不惨？那还行啊，至少没魂飞魄散。档案管理员听起来挺清闲的。你这是铁了心不喝？我就是想知道有没有买家秀，我想看看喝完的人反馈怎么样。万一不好喝，或者有副作用呢？比如失忆太彻底，连自己叫什么都忘了，或者有什么过敏反应。我生前对海鲜过敏，这汤里有没有海鲜成分？买家秀？对啊，现在阳间买东西都要看买家秀，评价好的才买。你这汤口碑怎么样？有没有用户反馈？有没有5星好评？哈哈哈哈，这丫头有意思，3000年了，头一回有人问我买家秀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孟婆笑得直不起腰，勺子都掉进了汤锅里。周围的鬼魂都好奇地看过来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孟婆汤店的员工也都愣住了。他们从来没见过老板笑得这么开心。就在孟婆笑得前仰后合时，一个穿白西装的男人从队伍后面走来，手里拿着平板电脑，脸上带着标准的职业假笑。他走路带风，皮鞋锃亮，白西装一尘不染，红色领带打得一丝不苟，一看就是个职场精英。孟姐，笑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，整个奈何桥都能听见。我在办公室都听到你的笑声了，还以为出什么事了。小谢，这丫头有意思，问我要买家秀。哈哈哈哈，3000年了，头一回。你听听，买家秀，他把我的孟婆汤当阳间的商品了。哦，这位是新来的。你是谁？也是来劝我喝汤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不喝，我要看买家秀。谢必安，地府人事部总监，你可以叫我小白或者谢总。小姑娘，你刚才说想看买家秀？白无常，就是那个黑白无常的白无常，传说中勾魂索命的白无常。正是在下，不过我更喜欢现在的称呼 HR 人力资源总监。白无常那是老黄历了，现在地府讲究现代化管理，我们都改成职位了。你看我弟弟范无咎，
现在是技术部总监，再也不叫黑无常了。地府这么现代化的吗 ？HR 都有了，还有技术部？与时俱进嘛。地府现在也是现代化管理，有 KPI 考核，有年终奖，还有团建活动。虽然年终奖是纸钱，但好歹是个心意。说回正题，你刚才问买家秀，说明你有很强的用户思维，懂得关注客户反馈。我们地府最近刚好缺你这样的人才。什么意思？你不会是要我留下来工作吧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要投胎的人，我还没活够呢。我25岁，大好年华，就这么死了已经够冤了，还要打工。你看，这是我们地府投诉部的数据，上个月投诉量暴涨300%，有投诉贡品不新鲜的，有投诉纸钱汇率波动的，有投诉托梦信号不稳定的，还有投诉投胎分配不公的。原来的投诉部员工集体跳槽去投胎了，我们现在急需一个。等等，你说什么？投诉部员工集体跳槽？是啊，地府工作压力大，没编制，没五险一金，还没年终奖。上个月正好有一批投胎名额，他们就全跑了。现在整个投诉部就剩一个临时工，还是个狐狸精，整天摸鱼、嗑瓜子、睡觉，根本不干活。那你找我也没用，我也要去投胎，我还没活够呢，我还有很多杠没对完。你确定？谢必安把平板转向顾妍希，屏幕上显示着一条微博，是顾妍希生前发的最后一条动态，下面已经有3万多条评论。你们这群喷子，我下去一个骂一个，谁都别想好好投胎，等着吧！我到了地府先建个杠精名单，一个一个收拾。姐妹们记住了，这个专对杠精死了之后在奈何桥等着，咱们组团去堵他，让他也尝尝背对的滋味。我已经截图了，等他死了就去找他，让他现场表演怎么对人。我是被他对过的，我现在就在地府，我已经联系了其他89个被他对过的，准备在奈何桥堵他。这是我活着的时候发的最后一条微博，我当时就是过个嘴瘾，随便说说，没想到他们当真了。根据我们的数据，你生前骂过的杠精大约有347人，其中已经下来投胎的有89人，正在排队的有156人，剩下的还在路上。你猜，如果你现在去排队喝汤，会发生什么？他们会毒我，围殴我，不让我喝汤。不只是毒你。根据地府管理条例第233条，生前有重大恩怨的魂魄，可以在奈何桥头进行友好协商，协商期间暂停投胎资格。这个协商嘛，短则3-5年，长则几百年，就看你们聊得开不开心了。据我所知，那89个已经下来的，正在到处打听你的消息，组建了一个反专对杠精联盟，准备在奈何桥头给你一个热烈欢迎。我那是工作，我是职业喷子，我对他们是因为他们先杠我的，而且我骂人从来不带脏字，属于文明对人，我这是正当防卫。这个道理你下去跟他们解释。不过我有个建议，加入我们地府投诉部，成为正式员工，员工通道优先处理投胎事宜，而且有专属保护，任何魂魄不得干扰员工正常工作。你不仅可以避开他们，还能名正言顺的，你懂的。你是说只要我当客服，他们就堵不了我？不仅堵不了你，你还可以名正言顺的处理他们的投诉。比如说那个投诉贡品不新鲜的杠精，你可以让他的投诉排队排个300年。再比如那个投诉托梦信号的，你可以把他的信号优先级调到最低，这叫合理利用规则。这也行，这不是公报私仇吗？地府的事我说了算。再说了，这叫合理分配资源，先来后到嘛。投诉那么多，总要有个优先级，对吧？行，我签，不就是当客服吗？我生前对了那么多人，现在转行安抚人应该不难。合同在哪儿？早准备好了，来签个字，按个手印，你就是地府投诉部的正式员工了。试用期300年，服务期限300年，包吃包住，不包五险一金。300年试用期，我活都没活到300年。1小时后，顾妍希站在地府投诉部门口，手里拿着一份刚刚签完的劳动合同，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服务期限300年，试用期300年。他盯着那行字，感觉自己被坑了，但又无话可说，毕竟是自己签的字。谢总，这试用期300年是什么意思？合着我这300年都是试用，那转正之后呢？还得再干300年？就是如果你干得不好，300年后我们再说要不要你转正。不过你放心，地府对试用期员工也有保障，比如可以免费喝孟婆汤稀释版提神，每年有1天带薪假。虽然不能离开地府，但可以在奈何桥附近逛逛。我谢谢你全家。300年试用期，我生前都没活到30岁，现在要在地府干300年。年轻人别抱怨，地府的时间观念和阳间不一样，300年很快就过去了。你看狐狸来了300年，还是临时工，不也活得好好的？心态要放平。行吧，投诉部在哪儿？我去报道。狐狸，新同事来了，别睡了，都几点了，还在睡？哦，新来的小姑娘，今年多大了？死了多久了？25，今天刚死。就这，心死鬼，刚死的就来投诉部上班？谢总，你没搞错吧？以前招人不是都要死满50年以上吗？没办法，招不到人，投诉部现在就剩你一个，总不能让你一个人扛吧？再说了，他语言表达能力强，适合干这行，你们好好相处，我先走了。哈哈哈，笑死我了！心死鬼就当客服？哈哈哈，你知道投诉部之前那些老员工都干了多久吗？最少的都死了50年。有一个干了200年，最后还是受不了跑了。你一个刚死的能撑几天？你笑什么？你修炼300年不也死了？咱俩谁也别笑话谁。你说的对，咱俩谁也别说谁。行了，既然来了，教你点实用的。
看到那个工位没有？001号，你的。那是之前投诉部经理的位置，他干了200年，终于熬到投胎名额，上个月跑了。然后呢？我该干什么？有没有培训手册？接电话啊，投诉电话24小时不停，你慢慢就习惯了。记住，态度要好，但别太认真，反正都是鬼，你又不能把他们怎么着。遇到难缠的就转给我，我继续装睡。培训手册没有，自己摸索。等等，投诉电话怎么接？我该说什么？有没有话术模板？比如你好，地府投诉部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之类的？随便说，反正都是鬼，你又不能把他们怎么着。话术模板，你自己编一个呗。对了，系统有点旧，可能会卡，别着急。还有，不要轻易承诺什么，因为大部分投诉都解决不了。话音刚落，电话响了，红色的指示灯疯狂闪烁，铃声刺耳。喂，你好，地府投诉部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我要投诉阎王，他给我分配的投胎名额是非洲难民，我生前做了那么多好事，捐了那么多钱，凭什么？我要投诉他暗箱操作，我要举报他。啊，投诉谁？阎王？您说的是阎王爷？对，阎王，秦广王，你们的老大就是他。我生前捐款捐物，扶老奶奶过马路，还收养流浪猫，结果他给我分配个非洲难民，我那些功德都白做了吗？那个先生，您稍等，我帮您查一下，您叫什么名字？什么时候死的？我叫赵富贵，清朝光绪年间死的，死了300年了，等了整整300年。就等来一个非洲难民，你知道非洲难民是什么概念吗？战乱、饥荒、疾病，我300年白等了。先生，您叫赵富贵，清朝的，我查到了，您确实在投胎名单上分配的是非洲某难民营，但是系统显示您的功德分只有60分，刚好及格。60分？怎么可能？我做了那么多好事。系统显示您虽然做了好事，但您生前是个地主，收租的时候态度恶劣，还打过佃户，所以扣分了。那也不能给我非洲难民啊，我好歹也是个地主。先生，您的投诉已经记录在案了，会尽快处理的。不过投诉阎王的单子比较多，可能要排队。尽快是多快？再等300年，我都等了303年了。你们投诉部到底管不管？我上次投诉就没下文，你们是不是和阎王穿一条裤子的？先生，您的投诉记录显示，您之前确实投诉过2次，分别是光绪30年和宣统2年，但都因为证据不足被驳回了。这次投诉我帮您重新提交，加个级，您看行吗？真的能加级？小丫头，你刚来的吧？说话挺客气，比之前那些客服强。之前那些接电话就说知道了，排队去，然后就再也没下文了。是的，我今天第1天上班，这样我给您做个特殊标记，优先级提到最高。不过您得给我点时间，我先熟悉一下系统。您放心，我会一直跟进这个投诉，直到有结果为止。行吧，小丫头，我信你一回。你要是能帮我解决，我请你喝孟婆汤。我死了300年，攒了不少功德点，请你喝10碗都没问题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您先别急，我这边一有进展就通知您。请问您的联系方式是？我住在地府西区3号胡同，门口挂着赵府灯笼的就是。不过我经常在奈何桥头溜达，你让人传个话就行。好的，赵先生，我都记下了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帮您跟进。天呐，第1天上班就接到投诉阎王的，我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？不错嘛，第1次接电话没挂断，还能安抚情绪，有前途。你不是睡着了吗？吓死我了！装睡而已，看看你这个新来的怎么应对。不错，态度好，语气温柔，还懂得承诺跟进，比我强。我都是直接说系统问题，等着吧。胡姐，你别吓我好不好？对了，刚才那个投诉赵富贵的，真的能加级吗？投诉阎王的单子怎么处理啊？记住，刚才那个投诉你别真去查，查了也没用。投诉阎王的单子都积压着呢，积了3000年了，一堆的，根本处理不完。反正没人敢管，你就拖着呗。为什么没人敢管？阎王自己就是被告，难道就没有其他领导管？因为阎王就是最大的领导，地府他说了算。你想让谁管？阎王自己审自己。再说了，这些投诉大部分都是因为投胎名额分配不公，但投胎系统是自动的，只是偶尔会出 bug。赵富贵那个，我猜是系统 bug， 但阎王懒得修。系统 bug， 那可以让技术部修啊。技术部？那帮宅男更懒。技术部老大是黑无常，范无咎，社恐一个，整天对着电脑，话都不说一句。他哥谢必安倒是积极，但管不到技术部。所以啊，你就当没这回事，该干嘛干嘛。可是我都答应他了。新人都这样，满腔热情，过几天就习惯了。好了，继续接电话吧，今天的投诉量还没达标呢。早知道就不答应的那么爽快了。电话又响了，顾妍希深吸一口气，接起。你好，地府投诉部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我要投诉
投诉托梦信号，我给我儿子托梦，让他给我烧点纸钱，结果他梦见我在跳舞。跳舞？您确定是托梦？确定。我明明说的是给我烧钱，结果他醒来跟别人说梦见我爸在跳广场舞，还说我跳得可起劲了，还穿着红裙子。我哪有红裙子？阿婆，托梦信号受阳间磁场影响，可能会有信号干扰，建议您换个时间再试，比如凌晨3点，那时候信号好，干扰少。我换了，凌晨3点托的梦，他说梦见我在跳迪斯科。迪斯科，我都80了，哪会跳那个？阿婆，那可能是您托梦的方式不对，建议您下次直接说重点，比如床底下有存折，密码是123456之类的，别绕弯子。你怎么知道我有存折在床底下？我藏了30年了。很多老人都喜欢藏床底下。对，我藏了20万块，还有金镯子。快告诉我儿子，他最近正愁买房呢。阿婆，您先别急，我帮您登记一下托梦请求，今晚安排技术部帮您增强信号。您儿子的姓名、住址告诉我。谢谢你啊，小姑娘，你比之前那些客服强多了。之前那些不是让我排队，就是让我等，一等就是几10年。不客气。您儿子叫什么？叫张建国，住阳光花园3栋202。你告诉他，存折在床板下面，用胶带粘着的。还有，我那件红裙子是年轻时候的，不是跳舞穿的。好的，都记下了。今晚您再试一次，如果还不行，您再打电话。胡姐，托梦信号真的能增强吗？技术部管这个吗？理论上能，但技术部那帮宅男懒得管，除非你认识范无咎，让他特批。范无咎是谁？技术部老大黑无常，社恐一个，整天对着电脑。他哥是谢必安，就是招你进来的那个。你要是能说动他，以后托梦投诉就好办了。黑无常技术宅听起来不太好打交道。电话又响。你好，地府投诉部。范无咎。范公，您怎么打投诉部电话？刚才有人申请托梦信号增强，张建国母亲，系统自动转到我这里了。你接的？是我接的。那位阿婆的托梦一直失败，我就帮她申请了技术支援。晚上来技术部，别告诉别人。啊？去技术部干什么？帮你弄信号。还有别的事？什么事？来了再说。电话挂断，顾妍希呆呆地看着话筒。胡姐，范无就让我晚上去技术部。哟，不错嘛，第一天就被技术部老大点名了，看来你有戏。什么戏？我就是申请了个技术支援而已。技术部的人从来不管投诉部的闲事，除非对你有意思。范无咎那个社恐能主动打电话，肯定有问题。胡姐，你能不能正经点？我去了该怎么说？就说范公你好帅，帮忙呗。晚上，顾妍希忐忑不安地来到技术部，门是虚掩的，里面传来键盘敲击声，噼里啪啦像下暴雨。她深吸一口气，轻轻推开门，坐。技术部好安静啊，就你一个人？他们都在家办公，就我来公司。你为什么来公司？家里网不好？家里网很好。哦，那你是有工作狂，喜欢加班。家里有我妈，太吵。你妈也在下面，她也死了。她没死，她是鬼差家属，下来陪我的。我爸走得早，她就下来了。她是孟婆的闺蜜，天天来我家串门，一待就是1天，还带各种汤让我尝。原来如此，那个范公，你叫我来是？张建国的母亲托梦信号确实有问题，他儿子睡眠质量不好，接收率低。我已经优化了信号波段，今晚应该能成功。真的？太谢谢了。那他不会再跳迪斯科了吧？不会，我做了定向传输，只传输文字信息，不会产生图像干扰。太好了，那还有别的事吗？你昨天在档案室查漏洞编号啊？你怎么知道？系统有记录 ，DF20230001投胎分配系统漏洞。你查这个干什么？那天接了个投诉，叫赵富贵，他说他等了300多年，投胎名额被分配成非洲难民，怀疑系统有 bug， 我就好奇查了查。赵富贵，他的投诉转到我这里了，漏洞确实存在，但已经被修复了。什么漏洞？能告诉我吗？投胎分配系统有个 bug， 可以用少量功德换本该需要大量功德才能换的投胎名额。有人利用这个漏洞，用100功德换了本该1000功德才能换的富贵人家名额。谁干的？这么缺德？那赵富贵的名额是不是被挤掉了？严小六，金经理，阎王的儿子，他缺功德点，想提前投胎去人间打游戏，就黑了系统。那怎么处理的？阎王知道吗？知道，阎王压下来了，毕竟是亲儿子，罚他来看投诉部当经理。所以赵富贵其实是被严小六挤掉了名额，但他后来重新分配了，去了小康之家，所以投诉已结案。不过他还是不满，又投诉了。那严小六现在被罚来看投诉部当经理，但他天天打游戏，不管事。你应该没见过他，
难怪从来没见过他。那你怎么不去管他？我是技术部，不管人事。那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？因为你问。就因为我问，你平时不跟别人说话吗？别人问，我不说。那我算特殊的？那个谢谢你告诉我，也谢谢你帮忙处理托梦信号。不客气。沉默了几秒，气氛有点微妙。顾妍希突然想起什么。对了，范公，你能帮我查个人吗？叫张小明，今天刚下来的。他爸让他更新纸钱信息，他喝了孟婆汤，失忆了。他爸急得不行，在奈何桥排队第3587位，预计明天中午才能喝到汤。我可以把他的信息标记，喝汤后系统自动更新纸钱信息，不用他本人操作。还能这样，太厉害了！你怎么什么都会？小意思。那我就不打扰你加班了，谢谢范公。叫我名字就行。好，范无咎，晚安。顾妍希走出技术部，门关上后，范无咎盯着门看了几秒，然后继续敲代码，嘴角还带着一丝笑意。第二天，顾妍希刚到办公室，就看到狐狸一脸坏笑的等着他。怎么样？昨晚去技术部有什么进展？范无咎对你做什么了？胡姐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八卦？他就是帮我处理了托梦信号，还告诉我一些系统的事，什么也没发生。就这？那你脸红什么？我没脸红，是热的，地府又没空调。好，热的。对了，今天有个新任务，谢必安刚才发通知说鬼节快到了，投诉量会暴增，让我们做好准备。鬼节就是阳间烧纸的那个节日，投诉量能有多少？去年鬼节投诉量是5万通，今年估计只多不少。5万通，投诉不就咱俩？所以啊，你想想怎么扛过去吧。往年投诉不有20个人，鬼节过后跑了一半，今年就咱俩，估计得累死。不行，得想办法，能不能找技术部帮忙？哟，这么快就想到找范无咎了？可以啊，小西有进步。我是说正事，能不能开发个自动回复系统，处理简单投诉？自动回复？地府有这东西？没有就开发，我去找范无咎问问。对了，之前那个托梦信号的事，他处理得很好，应该靠谱。去吧，顺便约个会。喂，技术部吗？我找范无咎。范无咎，是我，顾妍希。我想问问，能不能开发一个自动回复系统？鬼节投诉量太大，怕应付不过来。可以，需要投诉数据训练模型。你有历史投诉记录吗？有，过去3个月的都在档案室，我等会儿拿给你。不用，我系统里调。3天。3天就能做好？3天，我做。太谢谢你了，范无咎，你真是救星。晚上来技术部看演示。好，晚上见，搞定。3天后就有自动回复系统了。啧，一个电话就搞定了，你们关系不一般啊。胡姐，你能不能消停会儿？你好，地府投诉部。喂，我投诉，我儿子给我烧的纸钱，为什么有一半是假的？烧完之后，我这里显示余额为0，我攒了1年的钱啊。先生，你儿子是在网上买的纸钱吧？那家店叫诚信纸扎，已经被查封了，他们卖的是假币，系统不识别。那我怎么办？我这1年白等了，我儿子还等着我托梦告诉他密码呢。您别急，我帮您查一下，您儿子有没有从别的渠道买纸钱，比如老张的纸扎铺。老张是谁？是我们地府的官方合作商，质量有保证。您让您儿子去老张那儿买，报我名字，打9折。靠谱吗？绝对靠谱，假一赔10。您儿子叫什么？住哪儿？我帮您登记一下，今晚托梦告诉他。谢谢你啊，小姑娘。我儿子叫王大柱，住幸福小区5栋302。你告诉他，密码是我生日，1963年8月15日。好的，都记下了。今晚安排托梦，您放心。挂断电话，顾妍希松了口气。小西，你现在越来越像销售了，还带打折的。老张给你多少提成？他说每单给我1%的功德点，积少成多。还有提成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因为我帮了他一个大忙，他本来在阳间开纸扎铺，我帮他申请了优先投胎，让他下来和他老婆团聚。他现在感恩戴德，主动给我提成。你真是商业鬼才。3天后，顾妍希正忙着接电话，范无咎推门进来，他手里拿着一个 U 盘，面无表情地走到顾妍希工位前。系统做好了。这么快？快装快装。这是界面，简单投诉自动回复，复杂投诉转人工。你可以设置关键词，比如纸钱、托梦、贡品这些常见问题自动回复。如果包含阎王、投诉你、王八蛋这类，转人工。我来试试，输入纸钱汇率问题，系统自动回复。7，纸钱汇率请查看最新公告。感谢您的理解，祝您在地府生活愉快。不错不错，语气还挺温柔的。满意就好。有范公亲自来安装啊？这种是不是应该派小弟来吗？我就是小弟。我看你是想见某人吧？系统有问题发消息。谢谢范公。啧，耳朵都红了。小西，他绝对对你有意思。别瞎说，他就是害羞。对了，系统上线了，咱们测试一下。电话响起，顾妍希接起，
但系统自动拦截，播放语音。您好，您的问题已转接智能客服，请稍后。哇，真的自动接听了。这个投诉是关于贡品不新鲜的，系统自动回复了。亲，贡品不新鲜，可能是快递延误，请耐心等待，如需加急处理，请按1。然后对方挂了，哈哈哈。太好了，这样就能过滤掉大部分简单投诉了。电话又响，系统显示关键词阎王，转人工。你好，地府投诉部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我要投诉阎王，他凭什么让我投胎成一只猪？我前世虽然偷了点东西，但不至于当猪吧？先生，您别急，我帮您查一下，您的功德分是-50分，确实有点低。投胎成猪是因为您的业障比较重，需要消业。不过您可以申请做义工，每做100年义工可以减10分。义工做什么？比如去18层地狱帮忙打扫卫生，或者去奈何桥维持秩序。您考虑一下。行吧，总比当猪强。怎么申请？您在 App 上提交申请就行，或者我帮您登记。你帮我登记吧，我不会用 APP。好的，已为您登记，您明天就可以去18层地狱报道了。谢谢你啊，小姑娘。挂断电话，顾妍希伸了个懒腰。有系统就是好，轻松多了。别高兴太早，鬼节还没到呢，到时候投诉量翻10倍，系统也扛不住。那怎么办？到时候再说呗，反正咱们最不缺的就是时间。鬼节倒计时1周，顾妍希决定提前做准备。她来到奈何桥头找孟婆，想问问往年鬼节的情况。哟，小顾来了，喝汤不？今天新出了鬼节限定款，买1送1。阿婆，我不喝汤，我是来请教问题的。鬼节快到了，您往年都是怎么应对的？鬼节啊，那可是地府最忙的日子，阳间烧的东西一下子涌进来，投诉电话打爆。往年投诉部有20个人，鬼节过后能剩5个就不错了。今年就你们俩够呛，那怎么办？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？经验就是提前囤货。那些投诉纸钱质量不好的，你就送他们点小礼品，比如我特制的孟婆汤小样，喝了就消气。还有投诉托梦信号的，你就说技术部在升级，让他们等，反正托自觉。小礼品，这个主意不错，我可以找老张做一批小纸扎，成本低，效果好。对，老张手艺好，做出来的东西鬼都喜欢。对了，你还可以找范无咎，让他把系统优化一下，分担压力。阿婆，你怎么也知道范无咎？全地府都知道啦。范无咎那个社恐，以前从来不跟人说话，最近老往投诉部跑，肯定是看上你了。阿婆，我们就是同事关系。别解释，阿婆活了3000多年，什么看不出来？那孩子不错，虽然话少，但心好。他爸走得早，他妈一个人把他拉扯大，不容易。你要是跟他好了，阿婆支持。阿婆，您还是跟我说说鬼节的事吧。往年投诉最多的是什么？最多的就是纸钱质量问题，每年都有大批假币混进来，鬼魂收了假币，投诉电话就打爆了。还有托梦信号不好，贡品不新鲜，烧的房子质量问题等等。纸钱质量、托梦信号、贡品不新鲜，好的，我记下了，谢谢阿婆。等等，阿婆送你个东西。孟婆从柜台下拿出一个布袋，递给顾妍希，这是我特制的提神汤包，鬼节那天累了就冲一杯喝，比咖啡管用，免费送的。谢谢阿婆，您太好了。去吧去吧，好好干。要是撑不住，来阿婆这儿喝碗汤，保证你什么烦恼都忘了。那我可不敢喝，喝了就忘事了。顾妍希拿着孟婆的提神汤包，又去了老张的纸扎铺。老张和他老伴正在忙活，铺子里堆满了各种纸扎样品。小顾来了，快坐快坐，正好新到了一批货，你看看。张师傅，生意不错啊。托你的福，现在地府的鬼都知道我老张的纸扎质量好，订单接不完，我老伴也来帮忙，咱们俩一起干，效率翻倍。小顾，喝茶，这是阳间烧下来的龙井，我特意留的。谢谢张奶奶。张师傅，我来是想订一批小礼品，鬼节的时候送投诉客户，安抚情绪。小礼品？什么类型的？就是那种小巧精致的东西，成本低，但看着有诚意，比如迷你纸手机、小挂件、钥匙扣之类的。这个简单，我一天能做几百个。你要多少？先来5000个吧，如果效果好，再加单。5000个？这么多？鬼节投诉量5万起，5000个都不一定够，您能赶出来吗？能，我和老伴加班加点，1周内赶出来。不过材料要提前准备。材料需要什么？我帮您申请。就是普通的纸和金箔，地府采购部有，不过采购部那帮人不好打交道，你得自己去申请。行，我去采购部，您先准备着。小顾，
你真是个好人，要不是你，我们老两口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团聚。这批货我不收你钱，算我报答你的。张奶奶，这怎么行？您也是小本生意，不行也得行。你帮了我们那么大忙，这点心意必须收下。对，不收钱，以后你的订单都免费。谢谢张师傅，谢谢张奶奶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顾妍希拿着申请单来到采购部，这里比投诉部还乱，几个员工正在打麻将，桌上堆满了纸钱样品和杂物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霉味和纸灰味。3万，碰4万。等等，我糊了，清一色。请问，没看到正忙着吗？有事快说。我需要一批纸扎材料，用来做鬼节小礼品，这是申请单。没货，下个月再来。没货，地府连纸都没有。有，但是质量不行，上次那批纸捎过来全是破的，投诉部被骂惨了，现在仓库里都是次品，你要吗？次品怎么用？我需要质量好的。那没办法，好的都被技术部预定了，他们要做系统升级，需要大量纸本。技术部范无就定的。你认识范工？对，我认识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？先给我一批，鬼节快到了，投诉部急需。这要不你去找范工说说，如果他同意让出一部分，我们就给你。好，我这就去找他。范无就怎么了？采购部说好的纸都被你预定了，能不能让出一部分给我做小礼品，鬼节安抚投诉用的？那些纸是用于服务器散热系统的，不过可以调整。你需要多少？100公斤左右。可以，我让采购部分你一半，不过你得帮我个忙。什么忙？鬼节那天，技术部也会收到大量投诉转接，我需要你帮我培训几个实习生接电话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成交。鬼节前一天，顾妍希在办公室做最后的准备工作。老张送来5000个小礼品，堆满了半个办公室。范无就也送来了升级后的自动回复系统，还带了2个技术部实习生来培训。记住接电话的原则，态度好，嘴要甜，但别轻易承诺。解决不了的就送小礼品，小礼品在这儿，每人领1箱。顾经理，要是遇到骂人的怎么办？骂人的就让他骂，骂完再安抚。记住，鬼也是人变的，将心比心。要是遇到投诉阎王的呢？这个转给我处理。我已经设置了关键词过滤，投诉阎王的会自动转给顾妍希。谢谢。小希，你现在越来越有领导范儿了。别闹，都是被逼的。对了，胡姐，你今天能不能少嗑点瓜子，多接几个电话？行吧，看在鬼节的份上。不过我只接简单的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差不多了。谢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来给你们打气。今年鬼节，阎王很重视，说如果投诉不能扛过去，给你们发奖金。奖金多少？每人1000功德点。那得好好干。谢总，您就放心吧，我们一定完成任务。好，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。对了，范无咎，你也留下来帮忙。哦，我懂了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啧，你俩的事连谢总都知道了。胡姐，系统调试好了，我先回技术部。顾经理和范工是不是？小孩子别瞎问，干活。鬼节0点刚过，投诉电话如潮水般涌来。顾妍希刚戴上耳麦，电话就响了。她还没来得及说话，下一个电话又进来了。系统界面上的数字疯狂跳动，100、500、1000、5000。你好，地府投诉部，纸钱质量问题。好的，我们马上补发一份，再送您一个小礼品。托梦信号不好，稍等，我帮您转技术部。贡品不新鲜，您稍等，我帮您查一下物流。亲，纸钱汇率问题，请查看最新公告，感谢您的理解。亲，托梦信号问题，请参考操作指南，如果问题依旧，请按1转人工。亲，贡品不新鲜，可能是快递延误，我们已为您加急处理。顾经理，这个投诉说烧的房子质量太差，漏风漏雨怎么办？送他一个小礼品，再告诉他可以申请维修服务，维修申请表在系统里，你发给他。好的。顾经理，这个投诉说托梦信号一直失败，已经试了10次了。转技术部，范无咎那边有专人处理。您好，投诉部。对，我听着呢，您慢慢说好，我帮您登记。天哪，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电话。电话再次响起，顾妍希接起，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。小顾，是我，赵富贵，鬼节忙不？赵先生，您怎么这时候打电话？我就是想问问，我的投诉有进展吗？对不起，赵先生，这几天太忙了，我还没来得及跟进。不过您放心，等鬼节过去，我一定优先处理您的事。行吧，我知道你们忙，我就是问问，没别的意思。你忙吧，注意休息。谢谢您理解，等忙完这阵，我请您喝孟婆汤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挂断电话，顾妍希揉了揉太阳穴，继续接下一个。凌晨3点，投诉量达到顶峰，顾妍希已经连续接了4个小时电话，嗓子都快冒烟了。她喝了一口孟婆汤稀释版提神，继续战斗。顾妍希，技术部这边压力也很大，系统快扛不住了。我打算扩容服务器，可能会短暂断网3分钟。3分钟？那得积压多少电话？能不能等凌晨5点再扩？好，我尽量撑到5点。
但你们那边要加快处理速度。明白。小西，我这边有个投诉，说烧的纸钱是假币，但查了一下，那家店确实是正规的。怎么回事？可能是系统识别错误，你转给范无咎，让他查一下。好。顾经理，有个鬼骂了我10分钟了，说我不专业，要投诉我。你好，我是投诉部经理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你们客服什么态度？我投诉纸钱质量，他居然让我自己找供应商。先生，对不起，可能是沟通有误会，您把订单号告诉我，我帮您查一下。我买的是天地银行的金币，结果烧过来全是铜的，这不是坑人吗？先生，您这个订单确实有问题，供应商已经被查封了。这样，我们赔偿您同等价值的功德点，再送您一份小礼品，您看行吗？这还差不多，行吧，接受。好的，已为您登记赔偿，感谢您的理解。顾经理，谢谢你。没事，慢慢就习惯了。记住，别跟客户硬刚，要软。凌晨5点，范无咎准时开始服务器扩容，系统断网3分钟，办公室里突然安静下来，只有此起彼伏的叹息声。终于能歇一会儿了。我活了300年，没这么累过。我宁愿投胎做猪。我的手都麻了，接了300多个电话，我接了400多个，现在满脑子都是您好，地府投诉部。大家都辛苦了，等鬼节过去，我请大家喝孟婆汤，我要喝最贵的那种。扩容完成，系统恢复。话音刚落，电话又疯狂响起。好了，继续战斗吧。喂，我的投诉处理了吗？我等了1晚上了。请问您贵姓？投诉什么问题？我姓王，投诉烧的房子质量不好，漏风。王先生，您的投诉已经登记，维修队正在排队，预计明天能到您那儿。您先收下我们的小礼品，这是老张特制的迷你纸房子，虽然小，但做工精致，您先凑合用着。还有小礼品？那行吧，我先收着，谢谢啊。不客气，祝您在地府生活愉快。挂断电话，顾妍希看了一眼屏幕，今日已处理投诉8765通。8000多通了，我们才5个人啊。系统自动处理了5000多，技术部那边也处理了1000多，咱们几个接了2000多。有系统就是好，要是没自动回复，今天得累死。顾延期，技术部这边有个投诉需要你帮忙。什么投诉？有个鬼投诉说他儿子烧的纸手机没有充电器，他用不了，技术部不知道怎么安抚。这个简单，你告诉他，纸手机是无线充电的，放在阳光下就能充。地府有永恒的阴间之光，不用担心。好主意。清晨6点，投诉量终于开始下降。顾妍希看了一眼窗外，地府没有太阳，但天空泛起鱼肚白，说明天快亮了。大家休息一下吧，轮流值班。我先睡半小时，谁也别叫我。我们也是。好，我守着。你还在？让他们休息会儿。你那边怎么样？也差不多了，我过来看看。几分钟后，范无就推门进来，手里端着2杯东西。喝点这个。什么？孟婆汤稀释版，提神的，我加了点蜂蜜。哇，这什么？比咖啡还猛，感觉灵魂都归位了。孟婆特工，外面买不到，加了点技术部特制的能量剂。太好喝了，你怎么不早点拿出来？怕你喝多了睡不着。我们都是鬼，睡不睡有什么区别？鬼也需要休息，不然会魂飞魄散。真的？那你怎么不早说？你们是新鬼，体质强，偶尔熬夜没事，但老鬼不行，比如狐狸，他修炼300年，熬夜多了会掉修为。那他还不睡？他修为高，掉点没事。你懂得真多，工作久了都知道。两人沉默了几秒，气氛有点微妙。顾妍希偷偷看了他一眼，发现他也在看自己，赶紧移开目光。那个，谢谢你过来帮忙。不客气，应该的。对了，鬼节过后你有什么打算？继续写代码。你呢？继续接电话，不过有系统帮忙，应该轻松点了。系统我会持续优化。那就拜托你了。鬼节第2天中午，投诉量终于恢复正常。顾妍希统计了一下，24小时内，投诉部共处理投诉52367通，创历史新高。自动回复系统处理了34000通，人工处理了18367通。小西，恭喜你们，鬼节投诉处理率98.5%，是地府成立以来最高的一次。阎王特别高兴，说要给你们发双倍奖金。双倍，那就是2000功德点。对，而且阎王说了，投诉部今年表现优异，额外奖励1个月带薪假，可以轮流休。带薪假？真的？真的，不过得轮流休，不能同时休。太好了，我要休1个月，去阳间旅游。你一个鬼去阳间旅游？怎么了？鬼就不能旅游了？我可以用托梦的方式去，顺便看看我那些后代过得怎么样。胡姐，你悠着点。好了，你们先休息吧，下午我来值班，你们轮休。谢谢谢总。不客气，应该的，你们辛苦了。谢必安走后，顾妍希瘫在椅子上，长出一口气。终于结束了。小西，你不是要去技术部找范无咎吗？去吧，这里我盯着。谁说我要去找他？我都看出来了，你俩眉来眼去的。快去快去，别让人家等急了。行吧，我去看看他那边情况怎么样。范无咎来了，坐。你这边怎么样？还行，
处理了8000多通技术投诉，系统扩容后稳定了。你真厉害，技术部就你一个人。他们下午来，我让他们先休息。你也应该休息。等会儿就休息。那一起吃个饭。吃饭？地府不是有食堂吗？听说糖醋排骨不错。好。地府食堂和阳间食堂差不多，只是菜色有点特别，比如孟婆汤炖鸡、忘川河鱼、彼岸花炒蛋。顾妍希和范无就端着餐盘找了个角落坐下。这个忘川河鱼真的能吃吗？能，就是味道有点腥，但营养价值高。还行，就是有点苦。因为忘川河水是苦的。你懂得真多。对了，你在地府多少年了？大概1000多年。1000多年？那你不是神仙吗？算是吧。黑白无常本来就是地府的神职人员，不是死后任职的。那你见过很多鬼吧？不过很少说话。为什么？社恐？不喜欢跟人打交道。那你怎么愿意跟我说话？你不一样。我哪里不一样？不知道。你这回答跟没回答一样。两人沉默地吃了一会儿，顾妍希突然开口：范无咎，你有喜欢的女生吗？嗨，你慢点。没有。哦，现在有了。啊？是你。你吃饭吧。哦，好。鬼节过后第3天，顾妍希约狐狸和范无咎去奈何桥头喝孟婆汤。孟婆看到他们，笑眯眯的招呼：来，阿婆请客，庆祝你们鬼节大节。谢谢阿婆。还是阿婆的汤好喝，食堂那些都是兑水的。那是阿婆的汤3000年，口碑童叟无欺。小范最近怎么老来我这儿？以前可是请都请不来。陪他。陪谁？陪小顾。哦，我懂了。小顾，你觉得小范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他就是挺好的。那你喜欢他吗？慢点喝。小希，你就招了吧，全地府都看出来范无咎对你有意思。哪有，他就是同事。傻丫头，同事会天天给你发消息，会特意给你留排骨，会半夜陪你加班。我去看看系统。他太害羞了，你说呢？小希，你要是不主动，他就一直闷着。这种社恐，你得主动点。主动？怎么主动？比如约他吃饭，给他送礼物，说点甜言蜜语。我试试吧。自从孟婆点破后，顾妍希开始留意范无咎的举动，发现他确实有些不对劲。比如，他会在食堂给他留他爱吃的菜，会在他加班时发消息提醒他休息，还会在他接电话时默默帮他查数据。今天食堂有糖醋排骨，给你留了一份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糖醋排骨？你上周说过。上周我就随口提了一句，说糖醋排骨好吃，他居然记得。又聊天呢？让我看看。糖醋排骨给你留了一份，技术部男神亲自给你打饭。他说给我留了一份。那你快去啊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可是我还没到饭点。快去，别让人家等急了。范无咎来了，坐。谢谢你，看起来很好吃。你怎么不吃？等你。等我？你还没吃饭？你傻不傻？你先吃啊。一起吃比较好。那快吃吧。两人默默吃饭，气氛微妙。旁边桌的鬼魂们开始窃窃私语。那不是技术部的范公吗？怎么和投诉部的一起吃饭？听说他们在谈恋爱。我表弟的邻居的妹妹在投诉部，说范公天天给那个女客服发消息。真的假的？范公那种社恐会谈恋爱？听说他追人家追了好久。我们没。是在谈。慢点。哇，承认了。范无咎，你胡说什么？不是胡说，是在谈。自从食堂事件后，整个地府都在传范无咎和顾妍希在谈恋爱。顾妍希一到办公室就被狐狸堵住了。小希，快说说，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？发展到哪一步了？牵手了没有？我们没有在一起，他就是说了句是在谈，但那是在回答别人的话。回答什么？回答他们是不是在谈恋爱。他说是在谈，这还不明显？他可能是在谈工作。对，谈工作。我们最近在合作处理鬼节遗留问题。在食堂谈工作？你骗鬼呢？电话响起，顾妍希接起。你好，地府投诉部。电话那头，请问是顾妍希吗？我是，您哪位？我是范无咎的妈妈，听说我儿子在和你谈恋爱啊？谁？啊，阿姨，我们真的没有。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害羞，没事，我不催，我就是想问问，我儿子对你好不好？阿姨，真的不是您想的那样。无咎那孩子从小话少，但他心好，他爸走得早，是我一个人把他拉扯大的，他特别懂事。你要是跟他在一起，他肯定会对你好的。阿姨，我还在工作。行，不打扰你工作。改天让无咎带你回家吃饭，我给你做糖醋排骨。
我做的比食堂好吃多了。您怎么知道我喜欢吃糖醋排骨？吴舅说的啊，他说你爱吃这个，他还说你爱喝孟婆汤，让我学学怎么做。他说了，说了好多呢。好了，不说了，你忙吧，记得来吃饭啊。这是什么事啊？哈哈哈，见家长了。小希，你完了，你被范无舅妈妈盯上了。这都是什么事啊？顾妍希气冲冲地去找范无舅算账，这次他没有犹豫，直接推门而入。范无舅来了，你知道我要来？我妈给我打电话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现在全地府都以为我们在谈恋爱，连你妈都知道了。她让我去你家吃饭。那就谈吧。啊？我说那就谈吧，如果你愿意的话。我知道突然，但我不后悔说出口。从你来技术部第一天，你就什么？就想多看你几眼。你查漏洞的时候，你问问题的时候，你笑的时候，我都记得。你顾妍希，我喜欢你，不是1000年的喜欢，是每天多一点的喜欢。你是认真的？可是我才死了几个月，你1000多岁，你介意年龄？如果你介意，我可以申请变年轻一点。年龄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我还没准备好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等。等多久？等你准备好，100年、1000年都行。范无舅，我不急，反正我们有的是时间。那我们试试。是什么？试试谈恋爱，但是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都行。第一，不能影响工作；第二，不能催我；第三我还没想好，以后补充。好。你笑什么？我高兴。顾妍希和范无就正式在一起的消息瞬间传遍了整个地府。孟婆第一时间送来祝福，2碗特制的情侣款孟婆汤，1碗叫甜甜蜜蜜，1碗叫长长久久。来，阿婆请客，祝你们长长久久。谢谢阿婆。谢谢。3000年了，终于看到小范谈恋爱了。他小时候可爱了，就是不爱说话，长大了更不爱说话。我还以为他要打一辈子光棍呢。阿婆，您别这么说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小范这孩子心地好，就是太闷。现在有你了，总算有人陪他说说话了。哟，喝喜酒呢？怎么不叫我？胡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全地府都在传你们的事，我能不来吗？来，给我也来1碗，庆祝我磕的 CP 成真了。给，今天免费。不错。小希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？结婚？胡姐，我们才刚开始。地府时间观念不一样，刚开始也可以结婚啊。反正你们有的是时间。听他的。听谁的？听顾妍希的。他什么时候想结婚就什么时候。范无舅，小范真会说话。啧，虐狗呢？第二天，顾妍希刚到办公室，就看到桌上放着一个精致的盒子，打开一看，是一对手环，上面刻着西河就2个字。这是谁送的？还能有谁？你家那位呗。他怎么不亲自送？社恐嘛，害羞，放完就跑了。这个傻子。他戴上其中一个，另一个收好，手环突然震动了一下，屏幕上显示一行小字，戴上另一个有惊喜。什么惊喜？他赶紧给范无舅发消息，手环收到了，谢谢。另一个怎么用？你戴上，然后想我。哇，这是实时感应。我开发的，以后你想我的时候，我就知道。太厉害了，谢谢你。什么东西？让我看看。范无舅送的情侣手环，可以感应对方在想什么。这么高级，技术宅果然不一样。那是。电话响起。你好，地府投诉部。我要投诉我儿子给我烧的纸，别墅质量太差，才住了3天就漏水。先生，您别急，您是在哪家买的？我们有官方合作商老张，质量有保证。我不知道哪家，是我儿子买的，他说是网上买的，便宜。那您让他找卖家售后，如果卖家不处理，您可以申请地府消费者协会介入。地府还有消协？有，不过处理速度比较慢，建议您还是找老张重新买一套，报我名字，打9折。行吧，我让我儿子试试。辛苦了。不辛苦。这天，顾妍希突然被叫到阎王办公室，她忐忑不安地推门进去，发现老秦正对着镜子研究自己的发际线。小顾来了，坐。阎王大人，您找我？别叫大人，叫老秦就行。我找你来，是有件事想拜托你。什么事？最近地府投诉量暴增，尤其是关于投胎分配不公的，我想让你帮我查查，是不是系统有问题。系统？那是技术部的事吧？技术部范无就查过了，说系统没问题，但投诉还在增加。我怀疑有人在搞鬼。您怀疑谁？我怀疑是我儿子严小六，他之前利用系统漏洞换投胎名额，被我罚去投诉部当经理，但他可能还在暗中操作。不会吧，他现在不是天天打游戏吗？他表面上打游戏，背地里干什么谁知道？你是投诉部的，有机会接近他，帮我盯着点。这不太好吧？他是您儿子。正因为是我儿子，
我才不能偏袒。如果他真的还在搞鬼，必须严惩。小顾，我相信你。好，我尽力。不过您得给我点权限，比如查看系统日志。这个没问题，我让范无咎给你开权限。好，听说你和范无咎在一起了，那小子不错，我看着他长大的。谢谢阎王。去吧，有情况随时汇报。顾妍希开始暗中观察严小六，他发现这个经理每天上午10点来办公室打游戏，打到下午5点，然后下班除了打游戏什么都不干。胡姐，严小六平时就这样。对啊，天天如此，雷打不动。有时候连办公室都不来，直接在家打。那他不处理投诉？处理什么？他爸让他来当经理，就是让他体验生活。他根本不管事，所有投诉都是咱们处理。那他有没有接触过系统？系统？他连电脑都不碰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晚上，顾妍希去技术部找范无咎。范无咎，你能帮我查查严小六最近有没有登录系统吗？他最近登录过3次，都是在凌晨3点。登录 IP 是他家。凌晨3点，他不是在睡觉？他在打游戏，顺便登录系统。日志显示他修改了几个投胎名额。真的？他还在搞鬼？他用另一个漏洞，把几个功德分低的人换成了富贵人家名额。系统没有报警，因为漏洞很隐蔽。这个漏洞是你发现的吗？但我还没来得及修复，他比我快一步。那怎么办？要不要告诉阎王？先收集证据，等他下次登录，我录屏。好，我盯着他白天，你盯着他晚上。小心点。放心吧，我可是专业喷子，对付一个纨绔子弟没问题。顾妍希和范无咎商量好对策后，决定分头行动。这天晚上，顾妍希约严小六在奈何桥头谈心。顾经理，找我什么事？我这局快赢了。没什么，就是想请教你一些事，毕竟你是经理，经验比我丰富。那是，我虽然不管事，但在地府混了2000多年，什么没见过？说吧，什么事？关于投胎分配系统，我有些地方不太明白，比如功德分是怎么计算的？这个啊，简单，功德分是根据生前行善积德来算的，做好事加分，做坏事扣分，系统自动计算，很公平。那如果有人作弊呢？比如利用系统漏洞修改分数？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就是好奇。最近接到不少投诉，说分配不公，我怀疑系统有问题。系统是范无咎维护的，他最清楚，你去问他。问过了，他说系统没问题，但投诉还在增加，所以我想问问你，有没有什么内部消息？没有，我就是个挂名经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哦，那好吧，谢谢经理。没事，我走了，游戏还没打完。他有点紧张，可能察觉了。他刚才登录系统了，我录下来了，证据确凿。好，明天去找阎王。第二天，顾妍希和范无咎一起去找阎王。老秦正在批阅文件，看到他们，放下笔。怎么样？有结果了？阎王，您自己看吧。严小六确实还在利用系统漏洞修改投胎名额。这个逆子，他用的是新漏洞，我还没来得及修复，他已经改了5个名额，获利5000功德点。5000功德点，他拿去干什么？应该是买游戏装备。他最近在玩一款新游戏，需要充值。我怎么会生出这种儿子？阎王，您别太生气，现在证据确凿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我知道，谢谢你们，这件事我会处理的。那个漏洞我已经修复了，以后不会再发生。好，小顾，你这次立了大功，想要什么奖励？能不能给投诉部增加点人手？鬼节快到了，我们忙不过来。这个简单，我让谢必安再招10个人，专门给你们投诉部。谢谢阎王。别谢我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走出阎王办公室，顾妍希长出一口气，总算解决了。严小六会怎么处理？应该会送去18层地狱体验一段时间。活该，谁让他不学好？你今天很厉害。那是，我可是专业喷子。1周后，投诉部迎来了10名新员工，谢必安亲自带队，把他们交给顾妍希。小希，这些都是新招的，你培训一下，以后投诉部就靠你们了。好的，谢总。顾经理好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投诉部，我是顾妍希，以后大家一起工作，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。小希，你现在是真正的经理了。别闹，我这是临时的。培训开始，顾妍希站在白板前，记住，处理投诉的核心原则，态度要好，嘴要甜，但心里要有数。什么是心里有数？就是知道哪些投诉能解决，哪些解决不了，解决不了的就送小礼品安抚。小礼品从哪来？找老张，他是我们地府的御用供应商，质量有保证。他的纸扎铺在奈何桥附近，很好找。那如果老张也解决不了呢？那就转给技术部，让他们想办法。技术部老大是范无咎，我男朋友，他会帮忙的。哇，顾经理男朋友是技术部老大。小希，你这是公器私用啊？什么公器私用？这叫部门协作。好了，接下来我演示一下怎么接电话。电话响起。你好，地府投诉部。喂，我要投诉我儿子给我烧的。
纸手机没有充电器。先生，纸手机是无线充电的，放在阳光下就能充。地府有永恒的阴间之光，不用担心。您把手机放在窗台上晒一晚上就行。真的？还有这种操作？真的。如果还不行，您再来电话，我们给您补发一个充电器。好，谢谢你啊。挂断电话，顾妍希对新员工们说：“看，这就是常见问题，要有标准答案，大家要熟悉常见投诉类型，做到快速响应。”顾妍希带着新员工去奈何桥头实地考察，顺便拜访孟婆。孟婆汤店生意依旧火爆，门口排着长队，鬼魂们叽叽喳喳地讨论着要喝什么口味。小顾来啦，还带了这么多人哟，这都是新员工。阿婆，这些都是投诉部新来的员工，我带他们来熟悉环境，顺便看看您这儿的生意。好好好，阿婆请你们喝汤，每个人1碗免费。今天有新品，桂花味的，还有玫瑰味的。谢谢阿婆。小顾现在出息了，带徒弟了。想当初他刚来的时候，还问我要买家秀呢。你们不知道，那时候他刚死，不想喝汤，问我要买家秀，说要看看用户反馈。3000年了，头一回有人这么问。阿婆，您别老提奶茶，让新员工笑话。买家秀什么意思？就是问我这汤有没有好评，有没有5星好评。他说阳间买东西都要看买家秀，我的汤也得有。哈哈哈哈哈！顾经理太有意思了。行了行了，别笑了。你们记住，遇到不想喝汤的鬼，可以适当安抚，但别学我。我是特殊情况，因为得罪了太多人，才被逼无奈留下工作的。有团建呢？胡姐，你怎么也来了？闲着没事来蹭汤喝。阿婆，给我来碗麻辣味的。好嘞。胡姐是狐狸精，我听说她修炼了300年。对，300年的狐狸精。怎么怕我？我又不吃人，只嗑瓜子。没有，就是好奇。胡姐人很好，就是爱嗑瓜子，以后你们会习惯的。对了，胡姐，下午有个培训，你给新员工讲讲投诉案例。行吧，看在阿婆汤的份上。小顾，你来地府快2年了吧？是啊，快2年了。时间过得真快。2年前你还是个问买家秀的愣头青，现在都当经理了，好好干，阿婆看好你。谢谢阿婆。新员工上岗1周，投诉部效率大幅提升。顾妍希终于有时间摸鱼了，但她闲不住，开始研究如何进一步优化服务。她看着墙上挂着的李白亲笔诗，突然灵机一动。胡姐，你说我们能不能搞个投诉 App， 让鬼魂们直接在手机上投诉，查询进度，不用打电话了 ？App？ 地府有网络吗？咱们这儿信号时好时坏，有时候托梦都断断续续的。有啊，范务就说地府内网早就建好了，覆盖了95%的区域，只是没推广。如果开发一个 App， 不仅方便鬼魂，还能减少我们的人工压力。这个主意不错，不过开发 App 得找技术部吧？他们那帮宅男能愿意干嘛？我去找范无救，他肯定愿意。又去找男朋友？去吧，顺便约个会。胡姐，你能不能正经点？我这是谈工作，范无救。怎么了？我想开发一个投诉 App， 让鬼魂们可以在手机上投诉，你觉得可行吗？可行，地府内网已经稳定运行多年，开发 APP 不难。需要什么功能？我列了个清单。第一，投诉提交功能，可以上传图片、语音，方便描述问题。第二，进度查询功能，随时查看处理状态，不用打电话问。第三，在线客服功能，可以实时聊天，简单问题直接解决。第四，满意度评价，处理完后让用户打分。还有吗？暂时这些。对了，最好还能有功德查询功能，让鬼魂们随时看自己的功德分，以及如何赚取功德。可以，多久要？越快越好，但别太累，鬼节快到了，如果能赶在鬼节前上线，能分流不少投诉。1个月，我加班做。别太累，慢慢来也行，我不急。想快点，让你轻松点。范无救。没事，为你做，不累。谢谢你。不客气。1个月后，地府投诉 App 正式上线，范无就带着演示版来找顾妍希，脸上难得露出一丝得意。你看，这是界面，首页有我要投诉、进度查询、在线客服、我的功德4的模块，底部还有常见问题和公告2个入口。我试试投诉功能，点我要投诉，输入纸钱假币自动识别关键词，弹出常见问题。不错，这样就能过滤掉大部分简单问题了。对，常见问题直接显示答案，减少人工压力。如果问题复杂，或者用户觉得答案不满意，可以转人工。在线客服呢？实时聊天，支持文字、语音、图片。技术部会安排人值班，3班倒，24小时在线。太好了，以后投诉不就能轻松点了？对了，进度查询怎么用？输入投诉编号就能看到处理进度，比如已接收、处理中、已完成，还可以看到处理人的名字和预计完成时间。我看还有我的功德，可以查自己有多少功德。对，实时更新，还能用功德兑换礼品。能换什么？孟婆汤优惠券、老张纸扎折扣券、
投胎加速卡、托梦增强包等等，以后还会增加更多。这个好，我要下载。我攒了300年功德，终于有用处了。胡姐，你一个鬼差要投胎加速卡干嘛？你又不用投胎，万一我想投胎呢？先备着。再说了，可以换孟婆汤优惠券啊，我天天喝，能省不少。我们也想下载。二维码在墙上扫就行，支持所有地府设备，包括手机、平板，甚至纸扎电脑。谢谢你，范无咎，这个 app 太棒了。不客气。啧啧，这狗粮我吃饱了。胡姐，投诉 app 上线1周，效果显著。顾妍希去奈何桥头找孟婆，发现她也在用 app， 而且用的还挺熟练。小顾，你们这个 APP 真好用，我可以在上面接单，还能发优惠券，还能看顾客评价。你看我昨天发的今日特惠，来了300多个顾客。阿婆，你也下载了？您都会用？那当然，范无咎给我装的，还教了我半天。我现在每天在上面发广告，生意又好了3成。你看这个评价，孟婆汤真是强，喝了忘掉渣男，心情舒畅，5星好评。阿婆，您真是与时俱进。那是不进步就被淘汰了。对了 ，APP 上有没有收到关于孟婆汤的投诉？有啊，说口味太单一，喝腻了。还有人说想喝奶茶。奶茶，这个主意不错，我正在研发新品，过段时间推出，叫孟婆奶茶，有珍珠、椰果、布丁，各种口味。阿婆，您太厉害了。对了，你和范无咎怎么样了？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？结婚没想过，也该想想了。地府时间过得快，一眨眼几百年就过去了，早点定下来，早点安心。你看我3000多年了，还是孤家寡人一个，多可怜。阿婆，您别这么说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小范那孩子不错，错过了可惜，你要抓住机会。我回去想想。傻丫头，幸福要抓住，去吧，好好想想。谢谢阿婆。投诉 app 上线1个月，投诉电话量下降了80%。顾妍希终于过上了朝9晚5的生活。虽然地府没有白天黑夜，但她给自己定了作息时间。好闲啊！以前忙的时候想闲，现在闲了又觉得无聊。你不是一直闲忙吗？现在闲了还不好，可以多陪陪范无咎。他最近在忙 app 升级，没空理我，说是要加一个投诉热点地图功能，实时显示哪个片区投诉最多。是吗？那我怎么听说他每天给你发消息？我看看今天发了3条，吃饭了吗？在干嘛？想你了。1分钟1条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偷看我手机？我狐狸精，耳朵灵，你手机震动我都听得见，而且你每次看到消息就笑，傻子都看得出来。胡姐，你这是侵犯隐私。什么隐私？我是关心你。对了，他问你想你了，你怎么不回？我还没想好怎么回，就回我也想你呗，多简单。你们俩都在一起了，还这么含蓄。胡姐，你好，地府投诉部。喂，我想投诉 APP， 为什么我提交的投诉3天了还没处理？你们是不是不把鬼当回事？先生，您的投诉是托梦信号不好，已经转给技术部了，技术部正在排队处理，预计明天能解决。最近托梦投诉比较多，技术部人手有限，请您谅解。3天了还在排队，你们效率太低了。我在阳间的时候，投诉当天就能处理。先生，您别急，要不我帮您加个级？能加级？能，不过需要扣除10功德点，这是技术部的加级费用。10功德，行吧，扣就扣，只要今晚能解决。好的，已为您加级，今晚会有技术员联系您，帮您优化信号。这还差不多。挂断电话，顾妍希叹气，看吧，闲不了一会儿，这就是命。晚上，顾妍希带着孟婆送的盲盒去找范无咎，他正在写代码，看到他进来，嘴角微微上扬，但眼睛还盯着屏幕。范无咎，孟阿婆送的盲盒，咱们一起喝。孟婆汤盲盒。对，随机6种口味，阿婆说里面有限量版，喝了能增进感情。这个，那我这个。两人同时打开，喝下。甜的，草莓味。我这个是咸的，还有点辣，初恋味，吵架味，什么意思？可能是指我们在一起有甜有辣，就像生活有开心的时候，也有拌嘴的时候。你这个理工男还挺会说话。系统学的。你喝到初恋味，什么感觉？想起第一次见你。第一次见我是在档案室，那天晚上我来查漏洞。更早，你刚来地府那天，在奈何桥头问孟婆要买家秀，我在监控里看到了。你那时候就偷看我？不是偷看，是系统自动录的。我后来调出来看了很多遍。看了很多遍？觉得你很特别，别的鬼都乖乖喝汤，只有你问买家秀。那时候我就是不想忘事，没想到会遇到你。我遇到了，就很幸运。范无咎。谢谢你喜欢我。不客气。这天，顾妍希收到一份特殊的投诉，投诉人竟然是赵富贵。他在 app 上留言：小顾，我的投诉有进展了吗？等了300年，实在等不下去了。我每天在奈何桥头徘徊，
看着别人投胎，心里难受啊。哎呀，我把赵富贵的事给忘了，都怪鬼杰太忙，后来又处理严小六的事，把他给忽略了。谁？赵富贵？就是那个投诉阎王的清朝鬼。对，就是他。我答应帮他跟进，结果拖了这么久，他肯定很失望。那你快去查查，300年了，也该有个结果了。他的投诉还在处理中，已经排了300年了，这怎么办？系统显示他功德分60分，刚好及格，分配非洲难民确实合理，但他觉得自己做了很多好事，应该有更好的待遇。要不你找范无咎，让他帮忙在系统里加个级，或者重新计算一下功德。好主意。晚上，顾妍希和范无咎在技术部。范无咎，你能帮赵富贵的投诉加个级吗？我等了他很久了，他昨天在 App 上留言，看着挺心酸的。赵富贵，清朝光绪年间死的，死龄303年，功德分60分，分配非洲难民。系统显示，他生前确实做过一些好事，比如捐钱修桥、救助灾民，但也做过坏事，比如收租时打过佃户，所以扣分了。那他有没有可能功德分被漏记了？他说他做了很多好事，应该不止60分。可以帮他重新计算功德，系统有时候会有误差，我手动复核一下。半小时后，范无咎终于查到了。查到了，他生前确实做过一些好事，但系统漏记了。比如他曾经救过一个落水儿童，这事没录入。重新计算后，他的功德分是75分，可以申请小康之家名额。真的？太好了，那他现在就能投胎了？我已经帮他调整了，明天他就能收到通知。他可以选择江南水乡的小康之家，有房有车，还有个小院子。范无咎，你太棒了！不客气。对不起，我太激动了。没事。那我明天去奈何桥头告诉他这个消息。第二天，顾妍希特意去奈何桥头找赵富贵，他正在排队喝汤，看到顾妍希，激动地跑过来，差点撞到前面的鬼。小顾，我收到通知了，可以投胎到小康之家，不用去非洲了。恭喜你，赵先生，终于等到了。小顾，你就是我的恩人。您别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对了，您准备什么时候投胎？明天就去喝孟婆汤，然后投胎。我选的是江南水乡，有房有车，还有个小院子。听说那边风景好，气候宜人，我早就想去了。那挺好的，祝您下辈子幸福，投个好人家。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你收下。300年的功德点，我攒了不少，这点小意思不成敬意。这怎么行？我不能收，帮您是应该的。必须收，你要是不收，我心里过意不去。300年的等待，终于有了结果，这点功德点算不了什么。那好吧，谢谢您。该我谢谢你才对。好啦，我去排队了，明天就投胎了。小顾，保重，以后有机会我去投诉部看你。保重，祝您一路顺风。这么多，那老头终于解决了。是啊，300年了，他给了我1000功德点，太多了。在地府，300年不算长，但对他个人来说是漫长的等待。你帮了他，积了功德，这1000功德点你就收着吧。我没想积功德，就是觉得应该帮他，这就是善心。小顾，你是个好孩子，阿婆看好你。谢谢阿婆。赵富贵的投诉解决后，顾妍希收到了一面锦旗，上面写着公正为民，鬼界良心。他把它挂在墙上，每天看着，心里充满成就感。哟，锦旗不错吗？咱们投诉部终于也有锦旗了。那是，我也有锦旗了，以后挂满整面墙。不过你帮了他，其他人怎么办？还有一堆投诉积压着呢，你看了吗？系统里还有多少没处理？我看看，总共还有35782通投诉未处理，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唐朝，公元618年，3万多。最早的是1000多年前的，那些鬼等了1000多年。对，有些鬼等了1000多年，还在等。你看这个，唐太宗李世民投诉说他的陵墓被盗了，要求地府赔偿。还有这个，杨贵妃投诉说她投胎名额被抢了，怀疑是安禄山搞的鬼。这都什么跟什么啊？不过确实积压太严重了，得想办法清理。这不行，得想办法清理积压，一直拖着不是办法。说完，他去找范无咎商量。积压确实严重，主要原因是有段时间系统崩溃，数据丢失了一部分，后来重建时有些投诉被遗漏了，还有一部分是因为人手不够，处理不过来。能不能用技术手段自动分类处理？比如开发一个 AI 系统，自动识别投诉类型，按优先级排序，简单的自动回复，复杂的转人工。可以，现在 AI 技术很成熟，我可以开发一个算法，自动扫描投诉内容，提取关键词，然后分类，再设置一些自动回复模板，能解决一部分。多久能做好？1个月，需要调取历史数据训练模型。好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帮你做事，我愿意。你最近越来越会说话了。跟你学的。1个月后 ，AI 投诉处理系统上线，范无就给顾妍希演示，屏幕上跳动着各种数据，看起来很专业。你看，系统会自动扫描所有积压投诉，按时间、类型、
紧急程度排序，简单投诉自动回复，复杂投诉分配给人工资制。这是优先级算法，越早的投诉优先级越高。现在积压投诉还剩多少？经过 AI 处理，已经解决了80%，剩下的都是复杂投诉，需要人工处理。总共有7000多通，最早的还是唐朝那批。这么快？那人工处理要多久？以投诉部目前的人力，大概需要3年。如果你们再招点人，可以更快。3年，那还好，总比1000年强。我回去安排一下，每天处理20个，3个月应该能搞定。他回到投诉部，召集所有员工开会。大家听好了，我们要开始清理积压投诉，每个人每天处理20个复杂投诉，3个月内完成。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。我呢？我每天处理几个？胡姐，你经验丰富，每天处理10个就行，但必须是那种最复杂的，比如唐朝、宋朝的。这还差不多。我就喜欢处理古代的那些文言文投诉，看着有意思。会议结束后，顾妍希开始分配任务，她自己也领了50个最复杂的投诉，包括唐朝那个李世民的投诉。晚上，范武就来找他，还在忙。处理积压。这个唐朝的投诉说投胎分配不公，等了1200年。投诉人叫李太白，唐朝诗人，功德分很高，但一直没轮上。李太白，我查查，这个人叫李太白，字太白，号青莲居士，唐朝诗人。他生前写了太多诗，系统把他的名字和李白搞混了，一直在李白名下排队。这也行，快给他改过来。已经改了，他明天就能投胎。不过有个问题，他想要投胎到现代当个作家。这个可以，现代作家挺好，我给他备注一下。太好了，又解决一个。3个月后，积压投诉全部清理完毕。顾妍希站在奈何桥头，看着来来往往的鬼魂，心里充满成就感。他统计了一下，这3个月处理了7000多通积压投诉，最久的等了1200年。小顾，听说积压投诉都解决了？是啊，最后一个刚处理完，是个宋朝的投诉纸钱汇率问题，他等了800年，终于解决了。了不起，你来地府不到2年，干了别人几百年都干不完的活。我看你比那些老员工都厉害。都是大家帮忙，尤其是范无救的 AI 系统解决了大部分。你俩什么时候结婚啊？别啊了，阿婆问你正事儿呢。都在一起这么久了，该考虑了吧？你看你工作也稳定了，感情也稳定了，就差结婚了。我没想过。傻丫头，该想了。地府虽然时间多，但幸福要抓紧。阿婆活了3000多年，最后悔的就是年轻时只顾着熬汤，没结婚生子。现在想结也晚了。我回去想想。晚上他过来找范无救商量。范无救，你觉得我们是不是该考虑结婚？你想结？我就是问问你的想法。阿婆今天又催了。我随时可以，只要你愿意。那我们结吧。真的？不过得先见你妈，她上次说要请我吃饭，一直没去。好，明天就去。对了，还得告诉阎王，让他批准，毕竟咱们是地府员工，结婚要报备。明天一起去。第二天，顾妍希跟着范武就回家见未来婆婆。范家门口种着2棵彼岸花，红艳艳的。哎呀，小顾来了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我盼这一天盼了好久。阿姨好。别紧张，就当自己家。吴舅这孩子终于带女朋友回来了，我可高兴了。来，坐，我给你倒茶。妈，别吓着他。我高兴还不行。小顾，坐，我给你倒茶。今天做了糖醋排骨，还有你爱吃的菜。吴就说你爱吃糖醋排骨，我特意跟食堂师傅学的。谢谢阿姨。吃饭时，范母不停地给顾妍希夹菜，多吃点，看你瘦的。在地府工作辛苦吧？天天接电话，累不累？还好，不辛苦。现在有 app， 轻松多了。那就好。吴就有没有欺负你？他要是欺负你，你告诉我，我揍他。他从小就不爱说话，但心好，不会欺负人。没有，他对我很好。那就好。对了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？我们商量过了，想听听您的意见。我的意见？我当然同意啊！我盼这一天盼了1000多年了。什么时候办婚礼？我帮你们操办。请哪些人？孟婆肯定要请，她是我闺蜜。还有阎王、谢必安、狐狸，还有你们投诉部的同事。妈，不急，慢慢来。怎么不急？我都等这么久了。小顾，你说什么时候？阿姨，我们还没具体定，不过肯定请您做主。您看什么日子好？好，那我可得好好准备。下个月初8是个好日子，你们看行吗？你觉得呢？听你的。那就下个月初8。太好了，我这就去准备。喜宴得请孟婆，她是我闺蜜，让她免费供应汤。还有阎王，让她主婚。还有狐狸，让她当伴娘。顾妍希和范无就决定结婚的消息传遍了地府，阎王老秦亲自召见他们，表示要主持婚礼。两人来到阎王办公室，老秦正在批阅文件，看到他们，放下笔，满脸笑容。听说你们要结婚了，好事啊！地府好久没有喜事了。谢谢阎王。在地府，
黑白无常结婚可是大事，我决定亲自给你们主婚。阎王亲自？对，你们一个是技术部骨干，一个是投诉部功臣，必须隆重。婚礼就在奈何桥头办，所有鬼都能参加。我已经让谢必安去布置场地了。这太隆重了吧？不隆重，你们值得。对了，你们想要什么礼物？能不能给投诉部再批点预算？我们想换个办公室，现在的太小了，新员工坐不下。你呀，3句话不离工作。行，批了。另外，我私人送你们一套纸扎别墅，老张做的，质量保证。你们结婚总得有新房吧？谢谢阎王。好好对小顾，不然我饶不了你。你爸走得早，我一直把你当半个儿子，现在看到你成家，我也放心了。我会的。走出阎王办公室，顾妍希感慨：没想到阎王这么支持。他对我一直很好。我爸走得早，他就像我父亲一样。我小时候闯祸，都是他帮我兜着。以后有我陪着你。对了，你妈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她这几天忙得不行，天天跟孟婆商量菜单。孟婆说要提供100种口味的汤，让你挑。100种，我可喝不完。她说让你尝尝，喜欢哪种以后常去。你妈真好。婚礼当天，奈何桥头张灯结彩，所有鬼魂都来围观。孟婆汤店暂停营业，专门供应喜酒，当然是西式版的。老张送来了一栋精美的纸扎别墅作为贺礼。来，大家都来喝喜酒。今天阿婆请客，所有汤免费。小希呢？新娘子呢？怎么还不出来？在化妆，马上就出来。孟婆给她化的新娘妆可好看了。我有点紧张。紧张什么？又死不了。你连阎王都敢投诉，还怕结婚？那不一样。各位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我们地府技术部总监范无咎和投诉部副经理顾妍希喜结良缘。我作为主婚人，祝他们永结同心，早生贵子。虽然生不了，但可以领养。现在请新人交换谢幕。这是我亲手做的，地府独家，是手环升级版。可以实时感应心跳、体温、情绪，还有定位功能。以后你无论在哪，我都能找到你。谢谢。他也拿出一个盒子，里面是孟婆送的水晶球。这是我存进去的画面，我们第一次在奈何桥头喝汤的样子，你还记得吗？那时候你话都不说一句。记得，我会一直珍藏。好，现在我宣布你们正式结为夫妻，大家鼓掌。太好了，3000年了，终于看到小范结婚了。啧，终于成了，这狗粮我吃饱了。我们真的结婚了。真好。婚礼结束后，顾妍希和范无就坐在奈何桥边，看着忘川河发呆。月光洒在河面上，波光粼粼。远处孟婆汤店的灯笼还亮着，隐隐传来鬼魂们的欢笑声。范无咎，我们真的结婚了。感觉像做梦一样。1年前我还在阳间撞电线杆，现在居然嫁给了黑无常。你说这剧情要是写成剧本，有人信吗？我信。后悔吗？不后悔。你呢？我后悔没早点认识你，要是我早点死，就能早点见到你。早点死？开玩笑的。不过说真的，如果当初我没撞电线杆，现在可能还在网上对人，过着无聊的生活，哪像现在有工作、有朋友、有你。以后无论多少年，我都陪着你。好。两人沉默地看着河面。过了一会儿，顾妍希突然问：你说我们能在一起多久？永远。永远是多远？地府不灭，我们就在。那地府会灭吗？不会，地府是永恒的，只要还有生死轮回，地府就在。那就好。真好。远处孟婆的歌声隐隐传来，是古老的民谣。顾妍希听着听着，慢慢睡着了。虽然鬼不用睡觉，但婚礼太累，她有点魂力不支。晚安，小七。婚后，顾妍希和范无就依旧各自忙碌，但每天都会一起吃午饭。这天，顾妍希正在处理投诉，谢必安突然推门进来，脸上带着兴奋的笑容。小希，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又有人投诉阎王了？不是，你被评为地府年度杰出员工，奖励投胎提前200年。这是地府成立以来第一次有鬼魂获得这个荣誉。提前投胎？对，你现在可以选择投胎，或者继续留在地府工作。如果留下，可以转为正式编制，享受地府公务员待遇，有退休金，有年假，还有医疗补贴。虽然鬼不需要看病。我得想想。晚上，他和范无就商量：你想投胎吗？我不知道，以前天天想投胎，做梦都想，现在有点舍不得。舍不得什么？舍不得你，舍不得胡姐，舍不得孟阿婆，舍不得投诉部，舍不得那些鬼魂。虽然他们有时候很烦，但帮他们解决问题的时候很有成就感。那就不去。可以吗？可以，你可以选择留下，转为正式编制，以后就是地府的正式员工了，想干多久干多久。那你呢？我本来就是，你留下，我们就能一直在一起。好，我留下。第二天，他去找阎王。不投胎，你确定？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你才来地府2年就混成杰出员工，要是投胎，下辈子肯定能投个好人家。确定？我觉得在地府挺好的，有朋友，有爱人，有工作，投胎了反而一切都要重来。有意思，来地府这么多年，
头一回见到不想投胎的，以前都是求着我让他们投胎。行，我批准你转为正式编制。谢谢阎王，以后好好干，投诉部就靠你了。没问题。顾妍希转为正式编制后，被任命为投诉部经理。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扩大投诉部规模。谢总，我想再招20个人。20个？投诉部现在有15个人，已经够多了。再招20个，就是35个人，都快赶上技术部了。不够，鬼节快到了，投诉量会翻倍，而且我们还要处理积压投诉，人手越多越好。我计划把投诉部分成几个科室，每个科室负责不同的投诉类型，这样效率更高。行吧，我帮你申请，不过得阎王批准。我去找阎王。你又来了，这次什么事？我想再招20个人，扩大投诉部。20个？你打算把投诉部做成地府第一大部，技术部也才30个人。阎王，投诉量每年都在涨，人手必须跟上。而且我计划开设分部门，比如托梦投诉科、纸钱质量科、投胎分配科、贡品质量科、综合投诉科，每个科配科长1人，员工若干，这样分工明确，效率更高。有想法？行，我批了。不过招人你得自己面试，人事部最近忙不过来。没问题。1周后，投诉部门口排起了长队，都是来应聘的鬼魂。顾妍希亲自面试，范武就在旁边帮忙。你为什么想来投诉部？因为我生前是客服，有10年经验，处理过各种奇葩投诉。好，考你一个，有个鬼投诉说烧的纸钱是假的，你怎么处理？先安抚情绪，然后查订单，如果是假币，赔偿功德点；如果是真币，解释清楚。不错，通过。下一个。我生前是律师，擅长辩论。好，如果遇到投诉阎王的，你怎么处理？先安抚，然后告诉他投诉阎王需要排队，大概要等300年。如果他愿意等，就登记；如果不愿意，建议他换种方式。行，有经验，通过。新员工入职后，投诉部分成了5个科室：纸钱投诉科、托梦投诉科、公品投诉科、投胎投诉科、综合投诉科。顾妍希任总负责人，胡丽任副经理。从今天起，投诉部正式实行科室负责制，每个科室设科长1名，员工若干。科长每周向我汇报工作，每月进行绩效考核。小希，你现在是真正的领导了。别叫我小希，叫顾经理。开会的时候要严肃。行，顾经理，有什么指示？各科室今天开始正式运行，每个科室每天要汇报处理量，月底考核，排名靠前的有奖励，靠后的要整改。还有，范无就开发了新系统，每个投诉都有专属编号，可以实时跟踪进度，大家熟悉一下，以后就用这个系统。晚上，范武就过来接他下班。今天怎么样？累死了，当领导比干活还累。以前只要接电话就行，现在要管这么多人，还要开会、写报告、处理各种杂事，慢慢就习惯了。谢谢你帮我开发系统，那个跟踪进度的功能特别好用。应该的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有你真好。我也是。两人走在奈何桥上，看着来来往往的鬼魂。孟婆汤店的灯笼亮着，狐狸在店里嗑瓜子。小顾、小范，来喝汤啊，新口味，桂花味的。来了。这天，顾妍希收到一封特殊的投诉信，信是写在宣纸上的，字迹工整，带着一股墨香。落款是唐朝李白。李白，诗仙李白，他也在地府。谁？李白，那个写床前明月光的，他投诉什么？鄙人李白，字太白，因生前诗作甚多，死后在地府被分配至诗鬼行列，每日写诗供阎王欣赏。然鄙人已厌倦写诗，欲投胎转世，却屡次被拒，恳请投诉部主持公道。诗仙不想写诗了，想投胎，他不是应该喜欢写诗吗？写了1200年，换你也烦。他投胎被拒，为什么？他去找范无就查系统。李白功德分98分，极高，但系统显示他属于特殊人才，被阎王特批留在地府写诗，不得投胎。这也行，这不是限制人身自由吗？虽然他是鬼，但也不能强迫啊。地府有这个规定，特殊人才可以留用，比如那些艺术家、科学家，地府需要他们。我去找阎王。李白投诉了。阎王，您怎么能扣着人不让投胎？他都写了1200年了，也该歇歇了。我也不想啊，但他写的诗太好了，我舍不得放他走。你想想，唐朝的鬼就剩他一个会写诗的，他走了，谁给我写诗？地府的文化建设怎么办？那也不能强迫啊，他是诗仙，不是您的御用诗人，您要尊重他的意愿。你说的对，行吧，我放他投胎，不过得让他再写100首诗作为告别礼物。我要出一本李白地府诗选。这个可以，100首对他来说是小事。那就这么定了。李白写完了最后100首诗，终于获得投胎资格。临行前，他特意来找顾妍希道谢，手里拿着一卷宣纸。多谢顾经理仗义之言，白某感激不尽。这100首诗是我在地府的最后作品，也算是对这1200年的总结。诗仙客气了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这100首诗，阎王要出一本诗集，但我特意为你留了一首，感谢你的帮助。给我，请笑纳，这是我昨夜即兴所作，虽比不上《将进酒》，但也是真情实感。
奈何桥头遇知音，投宿不理见真情。千载诗名皆尘土，唯有慈恩心中明。谢谢诗仙，写得太好了。不值一提。好了，我要去喝孟婆汤了。喝了这碗，前尘往事皆忘，重新做人。祝您下辈子诗名更盛，写出更多传世之作。后会无期，若是有缘，来世再见。诗仙走了？投胎去了。他给你写诗了？让我看看。你看，写得多好。奈何桥头遇知音，不错不错，诗仙亲笔，值钱了。以后你退休了，可以靠这个养老。我才不卖呢，要留着当传家宝。让我看看，啧啧诗仙的字就是不一样。小顾，你这运气，诗仙都给你写诗。阿婆，你也懂诗？不懂，但我知道值钱。这要是拿到阳间拍卖，能换一套房。阿婆，您真是商业头脑。那是，不进步就被淘汰了。顾妍希升任投诉总司司长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地府。消息公布的第二天，他的办公室就被各种贺礼堆满了，有老张特制的纸扎牌匾，上面写着地府第一嘴，有孟婆送的特供汤礼盒，够喝1年的量，还有狐狸送的一大袋瓜子，说是庆祝升官，以后少磕点。这也太夸张了吧，我就升个职而已。你就知足吧，我在地府混了300年，都没收过这么多礼，这说明你人缘好，大家都喜欢你。阿婆也太客气了，这1年的汤我哪喝得完？喝不完可以给范无咎喝，顺便增进感情。胡姐，小希，这是新办公室的钥匙，在奈何桥边，风景好，面积大，够你折腾的。谢谢谢总。对了，人事安排怎么样了？我需要配一个副司长。你不是已经有内定人选了吗？吴丽呗。我？副司长？谢总，您没开玩笑吧？我摸了300年鱼，您让我当副司长？这是阎王的意思。狐狸虽然平时懒散，但经验丰富，熟悉地府各种流程。而且他修炼了300年，比一般鬼魂稳重。稳重？我？胡姐，你就别谦虚了。这几年你帮了我不少忙，要不是你教我那些门道，我早就累死了。行吧，既然你们这么看得起我，我就勉为其难当个副司长。不过我还是得嗑瓜子。随你。好了，你们俩准备一下，明天正式上任。谢必安走后，顾妍希和狐狸面面相觑，然后同时笑了。胡姐，以后咱们就是搭档了。是啊，没想到我摸鱼300年，还能混个官当。小希，你说我是不是得感谢你？别，这是你自己的本事。对了，新办公室在奈何桥边，以后咱们离孟婆更近了。那好啊，以后喝汤方便了。下午，顾妍希去技术部找范无咎，想告诉他这个好消息。范无咎，怎么了？我升官了，现在是投诉总司司长。恭喜！你不高兴？高兴！我也有好消息告诉你。什么好消息？我也升职了，现在是技术部副部长。真的？太好了，咱们俩都升官了。那咱们得庆祝一下，晚上去孟婆那儿喝汤。好。晚上，他们来到奈何桥头孟婆汤店。哟，2位新晋领导来啦，阿婆请客。谢谢阿婆。听说你们俩都升官了，不错不错，以后地府的未来就靠你们了。阿婆，您别这么说，我说的是真的。你们年轻有干劲，比我们这些老家伙强多了。对了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？慢点喝。还害羞呢，都结婚了，该考虑考虑了。阿婆，我们还没想过。那就想想，地府虽然时间多，但幸福要抓紧。阿婆活了3000多年，最后悔的就是年轻时只顾着熬汤，没结婚生子，现在想结也晚了。我回去想想。从孟婆汤店回来后，顾妍希一直心不在焉，范无就看出他的心思，轻轻握住他的手。在想什么？在想阿婆说的话，她让我们考虑要孩子的事。你想要吗？我不知道，以前在阳间的时候，我从没想过结婚生子，就想着对人。现在到了地府，反而要考虑这些事了。地府的孩子和阳间不一样，在这里出生的孩子天生就是鬼差，寿命很长，但抚养起来也麻烦。怎么麻烦？需要消耗功德点，每养1年就要消耗100功德点，而且孩子出生后需要喝孟婆汤的婴儿板，那种汤很难熬。这么麻烦，那咱们的功德点够吗？我攒了1000多年，功德点大概有2万多，你这些年也攒了不少，加起来应该够。你连功德点都算好了，是不是早就想过这件事？范无咎，你老实说，你想要孩子吗？想，但更想让你开心。如果你不想要，我们就不要。傻瓜，我也想要，只是有点紧张。紧张什么？怕当不好妈妈。我在阳间连恋爱都没谈过，突然就要当妈了。你会是个好妈妈的。你看你对投诉部的那些新员工多耐心。那不一样。一样，你温柔、细心、有责任感，这些就够了。那我们试试。好。第二天，他们去找孟婆咨询，想通了。阿婆，您说的婴儿板孟婆汤难熬吗？难熬，但有阿婆在，
不用担心。你们先去阎王那儿申请，批下来后我帮你们熬汤。谢谢阿婆。别谢我，谢你们自己。对了，孩子出生后得有个奶奶帮忙带吧？范无咎他妈不是闲着吗？我妈肯定会很高兴。顾妍希和范无咎一起去阎王办公室申请要孩子，老秦正在批阅文件，看到他们放下笔。哟，两位大忙人一起来找我，什么事？阎王，我们想申请要个孩子。哈哈哈哈，好事啊！地府好久没有新生了，我算算，上一次有孩子出生还是500年前谢必安他弟出生的时候。谢必安他弟范无咎？对，就是范无咎，他是在地府出生的，所以天生就是黑无常。原来你是在地府出生的。我妈生我的时候，我爸还在。是啊，那时候老范还在，是个好鬼差，可惜走得太早。阎王，别难过。没事，都过去1000年了。说回正事，你们要孩子，我批准，不过有几个条件。您说。第一，孩子出生后必须在地府登记，成为正式鬼差。第二，每年要消耗功德点，你们得保证有足够的功德。第三，如果孩子将来想投胎，可以自由选择。这些都没问题。好，那我批了。接下来你们去找孟婆，让她熬汤，喝了之后1年内就能有宝宝。谢谢阎王。别谢我，等孩子出生，我要当干爷爷。好。走出阎王办公室，顾妍希长出一口气，没想到这么顺利。阎王一直对我很好。以后我们有孩子了。这是孕育汤，你们1人1碗，喝了之后1年内就能有宝宝。记住，喝完后要好好休息，别太累。谢谢阿婆。谢谢。两人对视一眼，同时喝下。汤有点甜，还有点涩，但喝完感觉浑身暖暖的。恭喜你们！等孩子出生，阿婆给他包个大红包。阿婆，您对我们太好了。应该的。阿婆看着你们一路走过来不容易，现在终于要圆满了。1年后，顾妍希生下了一个女儿，小家伙长得像范无咎，但眼睛像顾妍希，特别可爱，整个地府都轰动了。毕竟地府500年没有新生了。庆祝地府新生小公主诞生，今日汤品全部8折。哎呀，我的乖孙女，奶奶疼你。你看看这眼睛多像小溪，这鼻子像无咎，将来肯定是个大美人。妈，您别老抱着，让她睡会儿。不抱怎么行？我得好好看看。我等这一天等了1000多年了。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就是生孩子比我想象的疼。以后不生了。万一我想要儿子呢？那也要看你想不想。傻瓜，对了，给他起个名字吧。你想叫什么？我想好了，叫范小希。小希，你的名字？纪念我，以后他长大了就知道他妈妈是地府投诉总司司长。好，范小希，好听。小希，小希，多顺口。来，奶奶叫一声小希，快睁眼了，快看我了。哎呀，我的乖孙女。宝宝呢？让我看看。在这儿呢，你看多可爱。啧啧，长得真像范无咎，不过眼睛像小希，有灵气。小希，你厉害啊，生了个这么俊的闺女。胡姐，你就别夸了，这是我送的贺礼，300功德点，不多，一点心意。胡姐，太多了。不多不多，这是我攒了300年私房钱的一部分，反正我孤家寡人一个，留着也没用。给我看看。哎呀，真俊。阿婆给他包了大红包，1000功德点，还有这个礼盒，里面是婴儿版孟婆汤，够喝1年的。阿婆，您这太贵重了。不贵重，这是我的心意。阿婆看着你们一路走过来，现在有了孩子，我高兴。阎王老秦也来了，抱着孩子，一脸慈爱。小家伙，我是你干爷爷，以后在地府谁敢欺负你，我帮你出头。阎王，他才刚出生，谁会欺负他？以防万一。对了，我已经下令，以后小希是地府的小公主，所有鬼差见了她都要行礼。阎王，这太隆重了吧？不隆重，他是你们的孩子，也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以后地府的未来就靠他们这一代了。3年后，范小希3岁了，他继承了爸爸的沉默和妈妈的机灵，成了地府的小明星，每天都有鬼魂来看他，给他带各种小礼物。你是投诉部的，你是技术部的，你是孟婆汤店的，不对，你应该是孟婆汤店的顾客，要排队喝汤。你站后面去。小希，你在干嘛呢？妈妈，我在给他们排队。你看，这个要投诉纸钱质量，这个要投诉托梦信号，这个要喝汤，好忙啊！你这是在模拟妈妈的工作吗？妈妈每天接电话，我也要接电话。电话响了，是投诉总司的专用电话。顾妍希为了方便工作，在家里也装了一部。您好，地府投诉总司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小朋友，你是谁？我是范小七，我妈妈是顾妍希。您有什么事，我可以帮您记下来。小朋友真可爱，我投诉纸钱质量问题。我儿子给我烧的纸钱有一半是假币。好的，请问您的订单号是多少？我帮您查一下。订单号
我不记得了。那您的姓名和住址呢？我可以帮您查系统。我叫张老三，住在地府西区3号胡同。好的，张爷爷，我记下来了。您稍等，我让我妈妈帮您处理。你好，我是顾妍希，张先生是吧？我帮您查一下，您的订单是去年鬼节烧的，那家店确实有问题，已经被查封了，我们会补偿您同等价值的功德点。谢谢啊。对了，刚才接电话的是你女儿，真懂事。是啊，3岁了。3岁就这么能干，将来肯定有出息。挂断电话后，顾妍希抱起女儿，小希真棒，都会接电话了，谁教你的？我天天看妈妈接电话，就学会了。妈妈，我以后也要当客服。好，等你长大了，妈妈教你。我回来了。爸爸，今天乖不乖？乖，我还帮妈妈接电话了。接电话？他接了一个投诉，还像模像样的寄了信息，真棒。爸爸，你今天写代码了吗？写了。你怎么知道爸爸写代码？妈妈说的。妈妈说爸爸是技术部最厉害的人，什么都会。你教的。让他多崇拜爸爸，有什么不好？10年后，范小希13岁了，她经常跟着妈妈去投诉总司玩，耳濡目染，学了不少本事。这天，顾妍希召开鬼节预案会议，范小希也来了。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鬼节预案，大家有什么想法？我觉得应该提前给各个片区的鬼魂发通知，提醒他们提前检查纸钱质量。技术部那边可以提前扩容服务器，防止系统崩溃。还可以在 APP 上开通鬼节专线，分流投诉。这些都不错，还有吗？妈妈，我有想法。好，你说。我们可以提前在 App 上发布鬼节指南，告诉鬼魂们怎么投诉最快，哪些问题可以自己解决，哪些需要人工。还可以设置一个常见问题专栏，把往年鬼节最多的问题整理出来，让鬼魂们自己查。这个主意不错。还有，可以和技术部合作，开发一个智能分流系统，系统根据投诉内容自动分类，简单的直接处理，复杂的转人工，这样人工压力就小多了。这些是你自己想的？我观察了好几年鬼节的情况，发现很多投诉都是重复的。如果能提前预防，就能减少投诉量。好，就按小希说的办。技术部那边，我会让范无救配合开发智能分流系统。会议结束后，顾妍希把女儿叫到一边。小希，你今天表现很好，那些想法是你自己想出来的？有一部分是，还有一部分是跟爸爸聊天时他说的。你爸爸确实厉害，不过你能把这些想法整合起来，已经很了不起了。妈妈，我以后想跟你一样，当投诉总司司长。好，妈妈教你。鬼节当天，投诉量虽然大，但因为有提前准备，处理得非常顺利。智能分流系统发挥了巨大作用，人工压力减少了40%。事后，阎王特意表扬了投诉总司。今年鬼节投诉处理率99.5%，历史最高，尤其是那个智能分流系统，效果显著。小顾，你们投诉总司越来越强了。多亏了小希出的主意。哦，小希出的主意真了不起。多大了？13岁。13岁就这么厉害，将来可以接班了。谢谢阎王爷爷。又过了7年，范小希20岁了，她正式加入投诉总司，成为最年轻的客服。入职第1天，整个地府都来祝贺。小希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投诉总司的一员了，要好好干。妈妈，我会的。小希来啦，以后咱俩是同事了。胡阿姨好，叫姐姐。胡姐姐，这还差不多。走，姐带你熟悉环境。不舍得？没有，就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。他好像昨天才刚出生。是啊，20年了。第1天上班，范小希被分配到投诉一科，科长是个老员工，姓王，在地府干了500年。小范，虽然你是司长的女儿，但在我这儿一视同仁，该干的活一样不少。王科长，我明白，您尽管吩咐。好，态度不错。今天你先熟悉系统，下午开始接电话。下午，范小希第1次独立接电话，看得出有点紧张。您好，地府投诉总司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我要投诉投胎分配不公，我功德分90，为什么只分配到普通人家？我等了100年，就等来这个。先生，您的功德分确实很高，但您选择的投胎地点是热门地区，江南水乡，排队人数特别多，所以分配到了普通人家。您可以选择其他地区，比如西北地区，就能分配到富贵人家。还能这样？那我换。好的，我帮您重新选择。您看西北地区可以吗？可以，只要不是普通人家就行。已为您更换。现在您排在第856位，预计等待时间50年。谢谢你啊，小姑娘，你比之前那些客服强多了，那些只会说排队等着。不客气，祝您早日投胎。挂断电话，范小希松了口气，发现手心全是汗。第1次接电话，表现不错，有耐心，查得快，处理得当，比你妈当年强。我妈当年什么样？她第1次接电话，接的是投诉阎王的，吓得差点把话筒扔了。不过后来处理得很好，那个投诉阎王的鬼现在还记得她。真的？我回去问妈妈。
范小希工作1年后表现优异，被提拔为投诉一科科长。他手下管着10个人，都是年轻鬼魂。大家听好了，下个月是鬼节，我们要提前做准备。每个人负责一个片区，提前给片区的鬼魂发通知。科长，发什么通知？告诉他们在鬼节期间可以通过 App 投诉，减少排队时间。还有提醒他们提前检查纸钱质量，有问题及时处理。如果发现假币，可以截图留证，方便后续索赔。好的。科长，如果遇到投诉阎王的怎么办？转给我妈处理，她有经验。还有技术部那边会配合我们升级智能分流系统，大家要熟悉新系统，有问题随时问。不错，考虑得很周全。会议结束后，顾妍希把女儿叫到办公室。小希，你做得很好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好。都是爸爸妈妈教得好。别谦虚，你爸爸当年第1次带团队，可没你这么稳。爸爸那时候什么样？他啊，带了3个人，一句话不说，全靠眼神交流。后来那3个人都辞职了。爸爸现在也不爱说话，但他用行动表达。你看他对你，什么时候亏待过？我知道，爸爸是最好的爸爸。鬼节当天，投诉量再创新高，但因为准备充分，处理得非常顺利。事后，阎王再次表扬投诉总司。今年鬼节投诉处理率99.7%，又是历史最高。小顾，你们投诉总司越来越强了。多亏了小希提前做的预案。小希不错，有前途，以后你妈妈的位子就是你的。谢谢阎王爷爷。晚上，一家人吃饭庆祝。小希，多吃点，你最近瘦了。奶奶，我胖了，您别老给我夹菜。胖点好，胖点好看。妈，您别惯着他。小希今天表现很好，都是妈妈教的好。你们2个别互相夸了，快吃饭。又过了20年，顾妍希50岁，范无咎1050岁，他们的女儿范小希也40岁了，成了投诉总司的副司长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，一眨眼，小七都当副司长了。是啊，阿婆，您还是老样子。我3000多岁了，还能变到哪儿去？对了，你们考虑退休吗？退休？对，也该想想了，干了一辈子，该歇歇了，让年轻人上。您说的对，小希现在干得挺好，可以接班。就是，你和范无咎也该享享福了，去阳间旅游，用托梦的方式看看现在的人间什么样。阿婆，您怎么什么都知道？那是，阿婆活了这么多年，什么事儿没见过。晚上，顾妍希和范无咎说起这事。阿婆建议我们退休。你想退休？不是想，是觉得该让给年轻人了。小希现在干得挺好，可以接班。也好，我们退休后可以去阳间旅游，用托梦的方式。好主意，我想去看看现在的城市什么样。我死的时候还是2023年，现在已经是2053年了，变化应该很大。对啊，都过去30年了。第2天，他们去找阎王申请退休。退休？你们还年轻啊！阎王，我们干了30年，也该歇歇了，让小希上吧，他能行。行吧，我批准。不过你们得保留顾问身份，有问题随时回来。好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！当年你来的时候还是个小丫头，问孟婆要买家绣，现在都要退休了。阎王，您还记得这事？记得，怎么会不记得？那是你在地府的第1天。顾妍希和范无咎退休后，每天在奈何桥头散步，喝孟婆汤，看鬼魂排队。范小希接任投诉总司司长，干得风生水起。来，阿婆新研发的养老口味，专门给你们这些退休的，加了蜂蜜，不苦。不错，有点甜。还行。哟，退休生活不错啊。胡姐，你还干着呢？我300多年都熬过来了，不差这几10年。再干几年，等小希稳定了，我也退休。好，到时候咱们一起养老。说真的，小希干得真好，比你当年还强。那当然，我女儿。随你。爸妈，胡阿姨，你们在这儿呢。今天工作怎么样？还行，处理了500多个投诉，阎王表扬了。好，继续努力。对了，今天有没有遇到难缠的投诉？有一个投诉阎王的，说投胎分配不公，等了200年。你怎么处理的？我查了系统，发现是他自己选的热门地区，排队时间长。我帮他换了地区，他满意了。不错，投诉阎王的最难处理，你要有耐心。我记住了。像你妈妈。那当然。小七，这是阿婆新研发的提神口味，给你加班的。谢谢阿婆。一转眼，小七都当司长了。阿婆看着你们一家真好。是啊，真好。50年后，顾妍希75岁，范无咎1100岁，他们的女儿范小希也70岁了，成了地府投诉总司的传奇人物，手下管着200多人。时间过得真快啊。问，你还记得吗？我刚来的时候还问孟婆要买家绣。记得，我在监控里看到了。那时候你怎么想的？觉得这姑娘挺有意思，然后就喜欢上我了。问，真好。哟，老两口在这儿回忆青春呢。阿婆，您还是这么精神。那是我还要再干3000年。对了，小七今天又立功了，
处理了一个唐朝的羁押投诉。他比我强，都在呢。正好我宣布个事，我也退休了。真的太好了，以后咱们一起养老。是啊，350年了，终于可以歇歇了。我算算，我摸鱼摸了300年，干活干了50年，比例还行。胡姐，你算得真清楚。那是我狐狸精精着呢。爸妈、胡阿姨、孟奶奶，你们都在呢。今天工作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我处理完最后一个羁押投诉，是唐朝的一个诗人投诉说他的诗被系统弄丢了，我帮他找回来了。唐朝的1000多年了。那个诗人叫李商隐，投诉说他的锦瑟少了2句，我查了系统，发现是当年录入的时候漏了，现在补上了，他很满意。李商隐，那可是大诗人。小溪，你真棒。妈妈，我今天终于明白你当年的感受了，帮人解决了1000多年的问题，那种成就感特别大。是啊，这就是我们干这行的意义。你妈妈当年也是这样一点一点做起来的。谢谢你们，要不是你们，我也不会成为今天的我。傻孩子，谢什么？好了好了，别煽情了。今天阿婆请客，庆祝狐狸退休，庆祝小七立功，每人1碗汤，随便选。谢谢孟婆。谢谢孟婆。夕阳下，5个人坐在一起，喝着汤，聊着天。远处奈何桥上依旧排着长队，鬼魂们来来往往，生生不息。范无咎，你说我们能在一起多久？永远。永远是多远？地府不灭，我们就在。那地府会灭吗？不会。那就好。他看着远处的夕阳，又看看身边的人，心里无比安宁。范无咎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谢谢你让我留下来，谢谢你让我有了家，谢谢你给了我小溪。不客气。年轻人真腻歪。阿婆，您就别酸了，人家恩爱，您看着不也挺好？也是，看着他们，我就觉得这3000年没白活。妈妈，以后我也会像你一样，把投诉总司管好。妈妈相信你。夕阳终于落下，奈何桥上的灯笼次第亮起，照亮了回家的路。远处新来的鬼魂们还在排队，叽叽喳喳地讨论着要喝什么口味的孟婆汤。我不想喝汤，我想看买家秀。你这话让我想起一个人，好多年前也有个姑娘这么说。后来呢？后来啊，她成了地府的传奇。范无咎，你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原来我也成了传说。是我的传说。